你不觉得你其实有一个可能很小女人的，或者是撒娇的，或者是想要依赖的，或者是想要使坏的那种我喜欢他的脸的那种向往或者渴望吗？没有吗？一点都没有吗？难道没有啊？为什么你会觉得我没有嘞？我不是就温柔吗？我就超温柔的啊，对不对？你懂温柔什么意思吗？什么意思？你在说你这不是我有，我知道你有学中文，但你知道温柔什么意思吗？我快笑死！这里是只能喝酒的图书馆，一个出租成见、探索未知的地方。嗨，大家好，我是只能喝酒图书馆的 Hank。今天我要分享一个对我来说已经跟护照一样重要的东西 ——Sally eSIM。在我过去的出差中，经常需要在不同国家移动，为了使用可靠的网络，花了很多费用在漫游费上面。如果想花少一点钱，就必须购买当地的 SIM 卡，使用上很麻烦 ，SIM 卡需要拔来拔去的。最近我发现了 Sally eSIM，毫无疑问的是个聪明的选择。有了超过200个国家的覆盖范围，我去到哪里都可以连上网络。泰国、日本、马来西亚，全部都只需要一个应用程式，流程再简单不过，下载 Sally 应用程式，出发前购买你的方案，抵达后启用就可以了。Sally eSIM 还可以透过应用程式及时监控我的数据使用情况。当数据快要用完的时候，可以轻松的充值，不需要寻找当地的商店或面对语言的障碍。当其他旅客还在机场拼命寻找 WiFi 来解决网络问题的时候，一下飞机我就已经连上网路了，准备好导航到要前往的地方。如果你正计划任何国际旅行，给自己一个方便，查看 Sally 吧。我们为了图书馆的听众们准备了特别优惠，前往 sally.com/drinkinglibrary 下载 Sally App， 并在结账的时候使用优惠代码 drinkinglibrary， 立刻享有 eSIM 方案85折优惠。再说一次 sally.com/drinkinglibrary 使用代码 drinkinglibrary。出国旅行，这个绝对不能少。本期节目由 Sally 赞助播出。你们开始这 series 多久了？我们今年才开始，对吗？对，可是因为我们只录了1集而已，因为我们找不到狂饮的朋友。我现在已经是阿姨，现在很养生。然后我那个看到雪莉老师还说来了狂饮的朋友。今天就是小酌，尽量不敢跟我的营养师讲说我要来狂饮。今天是不是好喝？你闻一下，我们闻一下，我们先闻一下。你们小时候有玩过 body shots 吗？ Tequila 的 body shots 没有，那是什么？放在身上的吗？对，没有。So 你知道一般的 Tequila 很多不是都有一点盐吗？对对对，喝完以后才那个是柠檬嘛。对。So 把一个男生或者是辣妹的衣服掀开，先舔它，咸咸的，上面弄盐没有，然后再把盐舔掉，喝完 shot 再吃柠檬。我也建议你们夫妻没事可以做这个。那你跟谁一起做的呀？当然是我老公。我以为是别人。对啊，我们能听点别人好不好？就是也是有一点恶心啊，就是如果不认识的人，那个汗很咸湿的感觉。我一直都还记得你上次来的时候聊到你老公，我超想跟你老公喝一杯的。其实我今天有在想，拍着他说辛苦了，你辛苦了。干嘛这样？干嘛这样？搞不好你看到他你就觉得，因为你记得吗？你这间银行换币的那个币别有点少。我现在有多了吗？有尝试，没有啦。我有意识的要去调整这件事情。我真的很有意识的在改变我一些比较机车的部分。但是你知道，压力比较大或者睡眠不足的时候，就全部忘光光，又弹回那个很机车的我。可是，在一般的状况下，我觉得年纪越来越大，有在调整，有意识到自己机车或者是不好相处的点。那我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MBTI 里面哪一个型是最机车的？
我就蛮机车的、那你是什么型？我觉得每一个类型机车的点不一样哦要看你是什么类型，你会看其他的类型机车。因为比如说我是 ENTJ 的人，所以对我来说比较机车的人是有的时候太钻在细节里面，那是然后或者是抓不到重点的人，或者是动作太慢的人，这三个是我的触发点。简单来讲就是没耐心了。简单来讲，没耐心。对啊，所以我的意思说，你觉得谁机车，很多时候是跟你有关跟你就是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快一点的然后我觉得赶快理清楚，然后赶快去执行。对啊，所以我对于有些人，就是他需要花比较久的时间理清，然后或者是逻辑在那边跳来跳去的人，他很容易触发我。可是我必须说，我年纪越来越大，就觉得其实人家花更久的时间厘清，说不定离得更清楚。对，但就是我现在在急的过程，游戏可能会丧失一些东西。但我现在对于你一杯酒都还没喝感到很急。可以呛下。我很急。今天居然被你们呛，通常都是我呛的。因为这个太好喝。因为你还没开始喝。对呀，你要喝到一个程度之后，你就会开始追酒了吧？我们没有看过雪莉老师虚的时候，要不要趁你虚要你干嘛这样？可是我现在非常养生，我有听我的医生，我有听邓医生的话，我现在都戒糖、戒水果，因为我很久没喝酒了，所以今天要慢慢来。你看这是不是好好喝？好喝啊，好喝。对啊，是不是？喝起来真的很舒服。对，所以这是我害怕的点，因为我会一直喝，会不知不觉的就喝，我会一直喝，而且它真的很甜而且它后韵的那个甜味好特殊哦。等一下这一集出去，那个底下留言都说到底哪一支到底是哪一支？找我代言，我真的超爱这支酒的，真的好喝。现在戒酒了，还从你等一下，对啊，你是戒酒，偶尔喝的时候就要喝好久。对，这是真的。那你老公是什么啊？是我老公 INTP 啊，那真的就他吗？对，你也是 INTP， 对，所以你老公真的是来克你的。你今天多 diss 他会是不是来促进我修行的让你看到说的多好。对，你老公是来让你看见自己的。他真的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会被他气到，就是到底为什么动作这么慢？然后他就会说：“你到底在急什么？”就是你到底在急什么？然后我才发现说，真的，我到底在急什么？你知道，没有一个人是跟你不同类型的，在旁边拉你一下。你有时候真的就觉得我这样子的速度是正确的，对，这个世界就是应该这么快。对然后他就问说：“现在是周末，我们只是去办点事情，有需要这样吗？那么快，有需要这样吗？然后就是赶快，你到底在急什么？”这时候我就会发现说，对，我在急什么？我好像每次把自己弄得心跳加快，或者是自己没事的增加自己的压力荷尔蒙，是要干嘛用的？就是我急要去哪里？那他这样子的，虽然在过程中我会嫌他慢，可是他刁我的时候，我就会愣一下，觉得说，你说的没错。那这时候就提醒我自己说，好像慢下来这样子。他刁你的时候，你不会发脾气吗？当下很想揍他，那一秒钟是想，我妈的，你自己那么慢在。可是我觉得那一秒钟过后，就是会想一下说，他是对的嘛？如果是的话，我觉得在这个年纪我还蛮会认错的啦。这个年纪我还蛮会认错。你跟老公结婚多久？20年了吧？因为我小孩19岁，所以你是20年之后才觉得说应该要检讨一下。我跟他在一起33年哇塞！我们高中就在一起。对啊，哇！他从头到尾，所以我就说跟雪莉老师聊爱情有好有坏，你知道吗？因为你知道这一辈子叫 whole life 就是这个男人，所以可以聊深度，不能聊广度，没有什么广的。可是我们很想聊广度，没有各种货色的经验，虽然很想，所以我觉得人生真的不行。我家从小就是非常外向，然后很会社交这种，所以大家都对我有很大的期待，就是我会交很多个，感觉应该可以。对呀，干妈我妈都说，哎呀，以后
她的男朋友一直很多，然后我发现我一辈子就一个，大家都觉得为我感到悲伤。你上次说你这一辈子只有一个，我吓到欸。对啊，而且你知道我40岁的时候啊，因为我老公在我们分手的那一年，他有交其他的，所以我在快40岁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其实我有点心理不平衡，因为你那一年没有交其他因为的。他比你多。我跟你说，这个可以讲嘛？好吧，反正在这什么都讲。我那一年有跟人约会，而且我有试图几乎要走到那个上床，我几乎要上床了。我帮你想。可是因为真的没有那么喜欢，所以有一点是在气他，你知道吗？懂这个。可是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就算是年轻的时候，也觉得真的没有那么喜欢，所以没有走到最后一步。所以现在觉得有一点遗憾，就是说，他出道也在矜持上走下去啊，他不是要走下去，真的应该先走再说。你要讲什么？没有那是没有必要的少女的矜持，没有啦，就是那时候没有走完，那有尝试，对吧？有试图去，这算是人生的一个遗憾了。有一点，所以我跟我老公讲，然后你知道他也很妙，他也跟我讲说。Then you get a pass. Really? 你不要跟我讲。Okay, you get a pass. 你不可以，你不要跟我说，我不想要知道。免死金牌。对，可是我不可以让他知道。然后我那天问他说：“那个现在还可以用吗？”哪有人他叫你不要跟他讲了，你还问他可不可以用？就是那时候好像就用了，不要跟他讲就好了。对呀，不是。那我说现在还可以用吗？他说你现在也不好用，你现在你还用得到吗？他说你用得到，你用。我就想说，真的现在也不太好使，要不要去世界某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但是现在老实说，也要走入更年期了，所以这种也没有那么想啊。你那个遗憾帅吗 ？OK 吧，就是一个白人啦，聊得来吗？我跟你说，还有一个非常帅的人，真的非常帅，他是 half Chinese, half Puerto Rican，他到现在还是帅。可是那个时候，连我小姑在我的大学，她知道我跟她哥哥分手了，然后我们也是好朋友，然后连我小姑看到都说他这么帅，比我哥帅100倍，你怎么不跟他？对呀，可是干嘛？你这个 J 人年少无知，你知道吗？我那时候这真的很 J 耶，讲话有点笨就是我跟他聊什么，他都会说。这个不会传到国外去。我们有英文翻译。我跟你说，跟他聊天说什么，他都会说 According to the New York Times。然后讲什么都说 According to the New York Times， 就是巴不得大家都知道他每天看 New York Times。OK， 那我觉得很好，你看报纸非常赞。就是知识分子，然后有一次我就问他说：“你知道 New York Times 讲的并不是一定是真理，就它里面有的 editorial。”其实我也不是完全赞成，然后接下来那个话就没什么好聊了，就是我就发现，他没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他只是很专注在讲 New York Times 说了什么东西。那奇怪，那时候这个也是一个点，我到底那时候在想什么？老实说，那时候就是鬼遮眼。我说真的。就是鬼遮眼，人家就在跟你谈恋爱，你跟人家谈国家大事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很不会谈恋爱的，就是国家。我妈很久就跟我讲，你不是一个很难跟你聊天，就人家随便聊一个，我就说，那你是在哪里看过这个研究报告？这个研究报告的信度跟效度，他整个就软掉，真的，这绝对软掉了吧？是随便我们在聊天嘛，聊天，对啊，对，我就变得很难聊，然后就自己自断桃，我这辈子没有什么桃花，你就 J 人，我就是不晓得为什么我人生的桃花真的少之又少。这算 J 人吗？不是，这就是没有桃花的人，是不会聊天的人。我觉得 J 人多多少少可以说，就是也许我给自己的规范 ，J
倾向的人是喜欢给自己规范的，对，但是不代表这些人都没有桃花。我觉得我给自己的规范在这上面有可能比较深一点，因为你知道我小时候是从小唱评剧的，因为我奶奶都会请胡琴老师到家里，所以你知道我去小学去唱评剧比赛的剧叫做《三娘教子》，所以我觉得那个有一些思想从小有一点那种 inception 种进去以后，就是它在你大脑里面有些发酵，你知道吗？所以我很小就喜欢看这种小说或者是听这种剧，然后评剧很多都是在讲这种，都是走那种贞节牌坊路线。对，我刚刚在想讲，就身上背着一个贞节牌坊那种感觉。对，我就跟我老公讲，我老公说背着往前走这样。对，你还是觉得这样子，我帮你打个贞节牌坊，挂在家里面，挂在有那个形象。而且现在你知道，ChatGPT 很方便，就你输入一个指令，它就可以帮你弄一个东西。所以你们要帮我弄一个，对，我要帮你弄一个这一集的封面就是他背一个贞节牌坊。哎呦，所以我就说，你知道现在挂贞节牌坊会开心吗？没有啊，现在就是一个羞辱人的。对啊，就是小时候觉得这个好像是蛮，你知道吗？那个就是一个从小跟着你的这个那个，我觉得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就是你有被植入这个价值观。好笑的是，我父母是开放的人，对，我妈也一直叫我多交男朋友，你知道吗？反而是我觉得从小看的这些小说，还有听到的故事，这个影响我很深。金庸小说也影响我很深。哪一段？觉得每一段，你是说？我觉得小龙女，你不要再搞他了，我跟你没有。我觉得神雕侠侣吗？老实说，郭靖、黄蓉郭靖、黄蓉，我自己小时候更多触动，因为我觉得我比较可以走，我怎么走小龙女路线？你要让我生气？我看起来像小龙女吗？啊！你不要再搞他了，就是讲，就是他今天没有要来激发他的睾固酮，真的，我现在要走一个淑女，走一个温柔路线，你干嘛要激怒我？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要讲什么？你看我要讲什么话？不要打断更年期的女性。郭靖跟黄蓉啊，郭靖黄蓉，对，因为我觉得我可以更多面面俱到的像黄蓉那样，所以我会期待找一个稳定、比较诚恳，然后比较木讷的人。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看到我老公，我带着很多投射。所以你知道，I倾向的人，因为他比较没有那么活泼的表情，你就各种投射在他身上啊。我自己就觉得我找到我的郭靖了。所以我真的觉得《射雕英雄传》对我人生影响很大。也是有个雕字。很烦很烦，笑死。那你们两个嘞？你们两个是金庸的什么？不知道这个典故的，可以去翻上一集。雪莉老师的上一集。我们上一集那有剪进去吗？雕有剪进去吗？有啊。我那集是一个 blur，我真的那集都不好意思。就是大雕。而且我剪那一集的时候，我就笑超久的，我笑死我了。那集我真的是鼓起勇气看的，因为到后面我自己知道我已经不知道在发什么鬼疯了。还好，那集还好。所以他今天离你很远，怕你再踹他。我那集有踹你，那集后面更离谱，都没剪进去。有。我住了跟我讲，我还叫你们多上床这件事情，我其实不记得。那个还好，是那个还好，还有更夸张的，就有一条那个你的那个什么手帕，就是把它放在头上。对，然后你在那边跳这个。我想起来了，沙利红牌。我想起来，上一次喝到太醉，因为人家说来这边都会哭，所以我带了手帕来。就后来发现没有派上用场，所以我就放在头上。我说真的，我觉得你哭不出来啊，真的好难哭哦。我没什么，对你没什么好哭的。你那一天睾固酮超满。你知道我今天，你知道我现在有吃荷尔蒙，带着雌激素，哇，
这可以。我只是带着温柔的那一面来上你们节目，但我觉得 Hank 会触发我的睾固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是 INTP 啊。哦，可能我整个人就会变成非常阳刚。我人家是吃过吃的雌激素来的，而且我是 INFP， 我会触发你的怒意。INFP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就是我还蛮欣赏 INFP 的。你少在那边。好啦，就是老了才开始欣赏，老了才开始。年轻的时候也会觉得，好啦，年轻的时候也会觉得 ，Oh my God， 你们到底在想什么？哪有那么多情感的？就是到底是就事情就这么简单，就把它做了吧。干嘛想？才是有很多雌激素的好吗？对，INFP 对，可能你们是真的比较多雌激素，对。但是我年纪越大，干嘛？我也不知道。就是我觉得睾固酮多很多是来自于你想要把事情做好，它是一个主动的能量，就是要 conquer the world， 有没有？所以就是因为我要控制外在世界，因为我要把事情都做好，完成事情，更多是男性的能量，我猜。那我觉得 INFP、INTP 更多是我是比较被动的接受跟分析跟感受。就是它更多不是说我要把什么事情完成，而是我怎么面对外在世界。你如果不控制，试着不去控制，你有试过吗？现在就是啊。有吗？有啊。我有跟你们俩要访纲吗？是吧？你跟我们要，我们也出不来。对，我们没有。但我现在也会觉得，没有访纲也挺好的啊。对，它是另外一个路线的。对啊，有啊，年纪越大越会尝试放松。我刚听完雪莉老师讲的，我忽然浮现一个画面。就是一个背着贞节牌坊的亚历山大大帝，然后骑着马准备要去征服这个世界，还有带着我的打狗棒，对，黄蓉的打狗棒，黄蓉的打狗棒，就全部对，很棒，帮我 AI 一个图，打狗棒、贞节牌坊跟一匹白马，然后你要戴那个罗马人的那种头盔，然后准备要去。把那个图弄出来，你真的很会激发别人搞固酮，你靠背啊！是你真的你弄出来，把它换成你的大。它很特别啊，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它就是本身就有很多很矛盾的、很冲突的形象在同一个人身上，我觉得这件事超酷的。我没有 so special。好啦，哎，是这来去，当不到。I am very special。有了，我在这边我觉得很特别。对啊，很棒啊！你不觉得很酷吗？对啊，其实自己也不觉得啊，我不觉得有那么多冲突，我觉得是后天有意识的想要调整。就是想要比较能够看到其他人的面相，比较能够发现说，其实我这个人有一些我难搞的地方，就是我所认为的真理，它并不是真理了啊。对，就是做事情不需要这么快，因为快牺牲的就是准确度，快牺牲的就是人性。就我慢慢可以透过 MBTI 理解说，我看到牺牲掉什么东西，那有意识的发现牺牲掉这些，我就可以去想，我真的想要牺牲掉吗？如果我不想，那我就要慢下来。我不想，我就要听别人情感现在的状态是什么。但是这些都是练习，不是那么轻。对啊，这个很难啊，因为如果你一辈子都没有用这样的方式在过活的时候，忽然要调整，其实都我觉得蛮不容易的。大概45岁开始调整吧。这么晚了？因为一直都觉得自己好棒。你下次带你老公来过。我老公现在真的是，我必须要说，我发现我真的现在蛮摆烂的，在家事上面。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我朋友们都会说，就是好像我养了4个孩子，事情什么都是我比较是将军坐镇，然后我会发包工作，谁什么时候做什么。可是我这几年来，我认真摆烂。我跟你说，每个礼拜时间到，我老公自己盘点冰箱，说他要去 Costco 买菜，然后什么事情他也会开始讲说，我们还没有规划什么事情，是不是应该规划一点？我就发现放手，真正放手，就是世界上不会
你不是不能被取代的，不要把自己想的这么厉害，你真正放手，其他人会接起来的，而且人家搞不好做得更好。没错。所以我有发现我老公慢慢的现在也蛮厉害的，也就是过去那个将军令也是很大一片的，背在背上，背在背上。他最近就是将军令放下来，放下将军退休，对，将军令先放下来，退休开始吃雌激素，要走另外一个路线，就是老了才要发展这一块。对啊。就是我也觉得对，为什么？因为我这样子又凶又不讨喜，然后我自己又觉得自己好辛苦，然后又不好相处，因为你做很多，你又对大家说你们都没做，但你是真的放下来，大家就会补位啊，就是他们也开始就是发展，你就发现其他人其实可以做得很好。有可能真正的你不是亚历山大大帝，你好烦，你也没有想要背贞节牌坊。说不定我从来真的没有想要背贞节，所以你那个 pass 就应该用，去把它用掉之后，你就会知道要不要背了。就不知道，找个机会啊。但我认真讲，现在比较没有40几岁的时候，真的还是觉得说有一点生气，有一点遗憾，人生就这样。可是我真的说50几岁现在就算了，算了，真的没有那个动力。我是不能常常啊。对我来讲，谈情说爱蛮累，我没有办法常常。什么叫常常？对啊，你们现在还可以常常什么？对啊，什么叫常常谈恋爱？现在有常常谈恋爱跟他啊？对啊，我不是跟你吗？一脸很困惑，但你单方面的嘛？没有，我只是好奇说你说的常常谈恋爱，你给我站起来，很累什么意思？我以为你在说跟其他人常常没有，我跟你讲，我其实是一个我很不喜欢谈恋爱的人。但真的为什么嘞？那时候吸引的点是什么？你说他吗？你们两个互相吸引的点啊？吸引的点啊？你先说。你就是被动被拿下嘛？还是你一定也不觉得他是主动的那个？对啊，我是主动的，我去约他的啊，所以我觉得他蛮有一种神秘感。刀给我拿来，就是有一种神秘感，看不懂的那一种。那我对看不懂的特别想要看懂，因为我脑袋就是想要把东西搞懂。所以这种搞不懂的，我就特别觉得有吸引力，有吸引力啊。那你现在搞懂了吗？现在后来发现这个 project 有点难，开得太大，可能要一辈子完成，有点累。所以我就说，任何关系，对不对？一开始吸引你的点，其实也是关系中我们会碰到的挑战嘛。一开始会觉得我喜欢一个谜一样的人，然后真的经营关系就会觉得妈呀，这个谜我怎么到现在还解不开？其实我觉得我跟我老公也是，一开始喜欢的是敦厚木讷，然后之后觉得 what， 就是那你到底想要讲什么？怎么变缓慢？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嘛。那你嘞？你一开始，我刚刚完全是相反的啊。所以如果他是觉得说我是一个很神秘的人，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可以依靠的人啊，因为他很可以看得清楚，对啊，他是很清晰的，清晰，对，简单，我很简单的，所以其实好像一开始的吸引都是互补的嘛，对不对？就是 opposite attract， 感觉也是这样。可我现在在想说，我如果现在再看到一个跟我完全相反的人啊，就我会觉得啊，我已经有意识要再扩展。就是我各面向，然后再碰到一个又要再这样相处，好像有点累。体力跟不上，所以练或许欲望还有，但是体力跟不上。欲望也现在，对，就是因为体力不好，平常必须要讲。年轻的时候，我的欲望是数一数二，但是现在也是。我真的很容易想歪，你们不要这样。现在就要我的脑补画面超多。现在就要补充一些，现在需要补充营养。现在要走另外一个路线。我今天晚上没有想那么悲伤，好不好？妈的，我还这是什么？这没有悲伤啊，就是总之就是你知道，人生就是有多少 quota 嘛。我以为我没有用过，没有。我们不能。我今天以为我们可以风花雪月的，对啊，不可以只是感叹啊。对，要调下一个阶段更有趣吧。下一个阶段，下一个什么阶段？是什么阶段？没有，就是我们现在要迈入，就是当你已经不被你的荷尔蒙来驱使，就是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是更可以
主导你的人生啊。对，他今天才跟我讲说，每个月都还要来一次金钱症候群，很烦。然后我说你应该快没了吧？你等它没了，你就会开始有点感叹说，刚开始会觉得很 sad， 后来就觉得 yes， 就是潜水就不用看日子，真的认真好哦，认真。所以一开始是真的有 sad 吗？有一点点，因为你要送别那个，因为有点觉得说，我是走入老化嘛，我觉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觉得，我现在要迈入下一个阶段了嘛，会有这样子的，有一点点感伤吧，要跟你的青春告别。对，或者觉得我有这么老吗？我内在还是觉得蛮年轻的，可是我觉得现在就认知说，年轻的时候。女生不是最容易那种搞小圈圈没有，对，就是你跟我好，你不要跟他好，对，那个好烦哦。但是你有发现，女生会这样的时候，也是就是青少年的时候最厉害嘛，就最厉害就会说你跟我好，你不要跟他好什么。女生我们月经来了以后就开始，因为女生是一个社会的这种 foundation， 所以我们的荷尔蒙本来就是要让我们人跟人聚在一起。就是你更想要被这个社会跟朋友接受，所以才会有这么多小圈圈的这个。因为我希望我是 insider， 我不希望我被别人看成 outsider，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荷尔蒙在作祟。我希望更多的拥抱，我希望被接受，我会很 care 别人怎么想。可是你月经停了以后，我真的觉得那个荷尔蒙的改变是说，有的真的不 care， 你知道以前是我 care， 我知道我不应该，所以我要跟我讲说，别人的话我不要放在心上，就是你要提醒你自己。可是你的荷尔蒙在转变的时候，你真的有时候根本忘了这件事情，这个不 care， 这个会很在乎这种有没有进入在一个小圈圈里面，这每个人都会有吗？我觉得很多基本上这是一个常态吧。真的吗？常态就是我期待我是被接受的嘛，就是我有我自己的一个圈子。你小时候没有？我小时候没有，我跟他两个人都没有。我觉得应该多多少少都会有，因为我觉得小 baby 生出来，他就觉得他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嘛，所以照理说这个世界应该是要绕着他转的。照理说，直到他出了社会之后，才发现，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可我觉得你们两个很特别，你们两个都没有想要特别有一个自己的 clan， 就是我们这个 tribe， 我跟几个朋友是没有，是你的社会认知。我们两个很边缘，非常边缘，而且我们觉得没什么，很奇怪。我们两个觉得很厉害，所以你们两个真的超配，而且对我们很自然的就走到了社会的边缘，就走，这真的很有趣，就很自然的就找到一个角落，然后躲起来，然后会觉得还蛮舒服的这里，这真的很有意思耶，笑死，很自然就走到边缘。那你们两个真的超配的啊！因为想象如果只要有一个人不想要走到边缘这段关系就难。对，只要会要出去应酬啊，或者干嘛，你一定难免的。对啊，但我们两个都不是，我们两个都不会，我们两个感觉很喜欢那种平静 peaceful 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样。对啊，很赞啊。对。这样子很舒服。对，然后我们常会讲说，人多的地方不要去。所以两个 I 倾向的人在一起有这个好处。对，他就很自在的躲在角落。对啊，就是开一个小包厢，你们两个住在里面就好了。我自己有看到，就是自己比较有心理安全感的女生，在这样子的社交就是高中《甄嬛传》里面，对，就是可能会自处的比较好一点。那家里比较有一些匮乏或有一些创伤的，他不然就是压榨别人就是变成这个团队的中心，或者是，但是这个渴望是在的，因为在你的雌激素暴涨。right？ 你就是青少年，我们就是渴望有一个自己的 tribe， 所以会有这样子的期许，会 care 别人想什么，然后会希望有自己的团体了。但我高中同学跟我讲一句话，
因为那个时候就很多小团体，然后就在那边吵架嘛，然后我们两个就在旁边觉得好无聊这样。然后我高中同学跟我说，他说，当你习惯孤独的时候啊，寂寞就不会伤害你。哦，对，说的真好。对，你习惯孤独的时候啊，你学会孤独的时候，寂寞就不会伤害你。哦，我当下就觉得刚好道理哦。然后就是可能我们是同类人吧，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几乎都是，就是我高中有一个绰号叫独行侠。我去哪里都一个人，我连打篮球都一个人，就我从来都不会想要跟一群人在一起。对，我觉得这我自己我会觉得蛮特别的啦，但是我相信世界上也有很多像你这样子的人，就是觉得我自己一个人更舒服一点，对不对？对，就是那很棒啊，那么年轻就有这样子的，就有这样子的觉察跟领悟，就是我这样子舒服，然后我也不在意别人怎么看我，但我必须要讲，年轻的时候这件事情对我是重要的，就是我在团体里面有没有被接受，就是国高中的时候这件事情对我大于功课或其他的事情，就是需要同侪的认可嘛，是这种吗？我觉得那时候在澳洲更多是为了生存，因为你被霸凌，你就是不舒服嘛，那是别人主动的攻击，那个是比较不舒服的，所以你如果有同侪，有一个归属感的时候，比较不会落单被别人欺负嘛。这就是为什么人我们会扒在一起嘛，因为以前你单独生存的人是比较难存活下来的你还是要有自己的族人来保护你。我问你一个问题哦，你爸妈是很严格的人吗？不是，我爸爸或是律己慎言的人，会吗？我妈绝对不是啦，但我爸可能对我比较严格一点。爸对我比较严格一点，可是他不是常常在家。他的严格并不是每天我都会感受到，他不是每天念。对，因为那个时候太忙他了，台湾的经济非常的忙着工作，对，忙着工作赚钱，所以但是他们对我的要求都不是功课啦，都不是，比较是我有没有把自己的事情该做的事情做好，或者是我有没有独立可以完成一些事情，我觉得那个要求。但你那时候几岁去澳洲？很小的时候13，我们13岁，我念完国中。你那时候很小去澳洲的时候，有感觉到那种很小就要离开家，有一种，因为我们全家一起移民一起的，我们全家一起 OK， 所以我现在回想，其实那时候他们也很不好受，因为你想想看，一个年纪，然后不太会讲英文，对，然后跑到国外去，对，然后澳洲那时候歧视是整体的歧视，那有的时候在那边你可以交流的家庭就是会台湾过去的嘛，可是这些人在台湾你们不一定是好朋友，但是到那边其实你们有很多选择，就是我们同一批来的，那就是一个非常小的团体，就变成这个团体有点是我们大家必须要共同存亡，理解，然后其中大家会一起去开银行的那个账号，然后我记得他们就说在这边办一件事情要花一整天，我们以前在台湾去银行一下就处理完了，共同 complain 的内对，就变成说这个变成我们一个小的 community， 可在这里面你要想爸爸们不是都和妈妈们也都不是同一个类型的，所以被强迫在一起社交的时候，我相信他们自己也有一些不舒服，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很难更给小孩子一些说关心到你们有学校有一些不同的情绪，因为我相信他们自己出去也很挫折，去银行不会讲英文，去做什么不知道，他们自己也很 struggle， 他们也很 struggle， 他们处理不了他们自己啊，对，何况处理小孩，对，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整个家庭的氛围是辛苦的，我觉得就从投入到一个新的环境，所有人都要想办法去适应，对，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在压力下。个性就是一段婚姻，就是在太平的时候跟在压力下的时候那个互动，就是压力下你所有对对方的不满，对自己的没有安全感，那都会投射在对方的身上。然后你就是我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们的关系恶化吧。
就是我觉得那个是非常，就是我可以记得的那个转变。因为当两个人都多多少少有点无助的时候，对不对？就说那你怎么没有看清楚？你怎么这个不会？就是两个人都有很多自己的那个对于生活上面那种 frustration，就是在经营关系的时候，真的是 frustration 呢。所以我自己在关系上面，我就讲夫妻关系、爱情关系，我一直以前就觉得，我觉得两个人可以在一起走一辈子真的很难，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婚姻会一辈子，因为我认识很多人都离婚了，所以我自己就会觉察说，每一步都是选择，我还要不要留下来？就是我随时都可以走，他也随时都可以走，所以每一次都会有觉察说，那我觉得每一个吵架都是一个十字路口，对我来说，所以就是因为你都有可能都没有，所以就更有意识的讲说，那我要的，还是我愿意做一些妥协，或者是我做一些调整。我觉得这是为什么这么难搞的性格可以一直走到现在的原因。就我真的觉得每一个吵架都是十字路口啦。就是我没有那种假设婚姻是一定是一辈子的。那你希望它是一辈子的吗？我没有什么觉得，如果可以 ，sure， 如果不行呀，会有一点 sad。那你有想要用那张 pass 吗？我老实说，我老实说，我要进入一个流了，看，他妈把我那个流拉出来。我老实说，我崩溃。现在，有机会我也会觉得，真的这个 pass 真的要带入。你如果没有用掉这张 pass， 就要跟你进入坟墓。我现在录这一集是那个在要昭告天下，我有一张 pass 不是啊，这个 pass 很难得到啊。老实说，这不是容易的东西免死金牌4个字，把贞节牌坊抽出，要再补一下。不是你去想一下，亚历山大大帝把他的背后的贞节牌坊抽掉，换上免死金牌，那感觉多好！要不要感觉一下？我现在无法回啊！我认真，现在没什么动力了。你就是很想我用是吧？下次我用了，我跟你说。对，不用跟老公说，跟我说就好了。我再跟你们两个报告。现在就是不想啦，天哪，因为没有到吗？我等得到吗？我的天哪！你要不要送田一张？不是，他有时候就是说，deflect 啊，你要不要送他一张？我早就送过了我 always 都有。对啊，他一直都有，搞不好有好几张。对啊，他不知道为什么，他都不知道用了几次。没有了。为什么？为什么你可以有好几张？Why？ 不是啊，为什么？就我从来都觉得这是没有什么啊，就你如果有需要的就对啊，我也是啊。忽然觉得我的那一张好不值钱。我以为那个，你以为只有你有价值。对啊，结果你那么多张，我就忽然很不开心。不是，我也从来没用过啊。不需要跟我说，没关系。你也是这样，你给 pass 的时候也没说清楚。没有，我没有觉得一定要跟我说。我跟你讲，我给他，你跟我说我也用过，因为他体力不好。那你要补睾固酮。对，我要补的东西可多了，我是睾固酮。我们这集是在卖那个荷尔蒙、雌激素跟睾固酮，要赶快找我们3个人代言。到底是为什么？笑死！所以你们其实也是很 open， 就是了。我很 open 啊，就这种东西 close 也没有挡都挡不住吧？我觉得人类是这样啊，我自己的认知是这样。靠，你们两个是2个哲学家在一起，好特别的关系哦。对，就是我，那你先说。对，我的认知是这样，就是如果人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拉也拉不住。是，但是你如果告诉他，你可以去做这件事情，你可以去做这件事情，他忽然觉得做这件事情没什么特别好玩的事情，好像是这样子啊。就是他就是小时候你去想，我们小时候就是说去洗澡，然后我们就打死都不想去，然后对不对？然后你跟他说
你可以去怎么样，你可以怎样，那他就不会想要去做这件事情了。这两个批人的对待关系，就是说你要去啊，你就去啊，你就去啊。可是因为我遇到他的时候，我超级荒唐，你已经玩完了，我已经玩到不知道天边去了。哦，你们是玩过了，所以也没有什么遗憾。而且我玩的比他还凶对，他算是认真界的玩乐的认真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啊，就是英文说什么 "sow your wild oats" 吧，就是你先把这个该玩的先玩一玩，再定下来，这很好啊。对啊，所以我刚刚的问题是因为你都没有玩过啊。那我就是不小心，单纯高中就碰到他了。单纯就一个朋友的角度去给你一个终极的人性考验，就是你要带着你的这一张 pass 进入你的坟墓吗？难道你都不会想吗？关你屁事！没有，我只是对，当然跟我没关系。没有，我真的之前有想，那现在就真的没力气嘛，又要再推我们的荷尔蒙。真的，我真的觉得现在忽然又觉得，哎，你知道，生完小孩有一阵子比较少跟朋友联络。就是真的比较少出去玩，就是以前夜店我也是玩得很荒唐，因为我跟我老公都会去喝酒啊什么的，我们也很爱玩。然后生小孩的那十几年，真的也就是少出去了嘛。我觉得现在又开始慢慢跟朋友的聚会越来越多，然后花在事业上的时间也变多，就忽然又觉得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对，是。但是这个新的开始里面就没有。对于那种异性的那种暧昧的那种渴望就没有了。没看到帅的吧？也是没有看到帅的。我就不信你要闭眼哦，你要谁来勾你？你不会去。好啦，对不对？装客对不对？对啊，是也是。好吧，那原来是没看到帅的。是啊，就是没好货嘛。简单，原来是这样。是啊，货不好不要用。对。可能吧，真的没有碰到也不晓得。你只是我跟你说啊，姐，你只是品味变好，挑剔了。这也会哦，这随着对中肯。现在我们要喝的酒，不要喝太烂，对吧？对，就是因为对你说的非常棒，再喝也没多少年，因为酒量变差了。对，而且再喝也没多少年了，好不好？是，所以要喝就要喝好货。来，讲到这个，来喝一下。喝就是要喝好货，好货就是要喝一下。对，没有错，就是这个概念。就是我真的也没有办法喝那么多酒，就喝好的。那不够好的也就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我觉得不管是，那你老公是算存货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厉害，就是说这样子的想法会让我们两个都更督促自己，对不对？因为如果你永远有选择的话，我不希望你是因为没有办法，因为道德的束缚，你才要留在这里。也不要迁就。对，所以我觉得两个人都会要经营，然后愿意调整跟付出。就是不会假设，就是说我都不进步，对方就还是会留在这里。你为什么会？这么在时间这么短之内，然后又写了一本跟爱情相关的书。你要问真的，这是真的答案，就是因为有签约。这个听起来蛮合理的，蛮有道理的。就是真的是这样子，但我真的也是受不了。很多人一直在问说，我是这个类型，然后我的男朋友女朋友是那个类型，怎么办？就是他为什么不爱我？我怎么可以把他追回来？那其实这个问题我真的每天都有看到，对，然后我就觉得，我也是一方面觉得，我要好好的来解释一下说，MBTI 不能这样子用，就是对我来说，关系不是纯粹。你是什么类型，我们俩就一定合。对比如说 INFP 跟 INTP 就一定合 ，ENTJ 跟 INTP 就不合。对，我觉得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所以虽然主题是 MBTI， 可是我觉得我在里面偷偷塞了很多我对关系的想法，跟我自己的一些领悟。
还有我觉得怎么样可以建立健康的关系，就是尽量引导大家去看，就是说其实关系是共创的，很多时候不要专注在别人是什么类型，而是你为什么被这个类型吸引，你为什么会吸引那种类型的人，就是还是把那个专注力拉在自己的身上。所以这本书我觉得讲是讲爱情，可是更多也许是透过爱情来更了解自己。透过爱情更了解自己，可以哦。其实我们好像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都是透过爱情在了解自己。爱情跟各式各样的失败，爱情的失败，事业的失败，对，关系的失败，我觉得各种失败都是很能够让你了解自己的点。爱情很棒的就是可以让你了解你自己真的想要什么，真的不想要什么。因为我们会有那种憧憬说我想要一个，比如说我想要一个郭靖好了，但是真正是要郭靖吗？还是我也希望他多多少少带一点点其他人的这种，比如说杨过的这种坚持，或者是幽默市侩，对不对？就是你只有在谈的时候看你伴侣不顺眼，才发现说哦，其实我真正想要的跟我以为我想要的是不一样，那这就代表我自己对我自己认识不够嘛。对啊。我最近也有看到有一些人在爱情里面受伤，有一个部分是因为就是我经常讲的那句话，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伤痕在伤害别人。那我们从来没有去处理过自己的伤痕。因为我觉得我以前小时候其实就长这样。因为我在家庭里头就有很多的伤痕。要怎么形容呢？就是以前我对爱情其实我是相对没安全感，是相对黏腻的。可是我其实很不喜欢这样。然后后来我就回头去看的时候，我就去找原因是什么。我就发现是因为我父母的婚姻关系导致我对于婚姻的不信任。那它不是只有我对于我父母的婚姻关系，所以导致我的那个对爱情是不信任的，是整个家族都是乱七八糟的。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无论是婚姻或者是爱情，对我来说它都是人生非常没有必要的，可是我又觉得我很想跟这个人在一起。那个时候是在于你的那个价值观是很错乱的，你有那样子的欲望，可是另外一边你自己又不认可，觉得这是不好的东西。理智上告诉你说，其实那个不是你人生的必需品。就是有这两种声音，其实一直不停的出现，不停的一同出现。我是到后来我回头去疗伤的时候，真的就是因为其实你是在这个家庭里面你是受创的。所以你自己回头去疗伤的时候，你才能够，应该说我才能够理解说，哦，其实那是我身上的伤痕。那跟别人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你必须要先把你自己的伤痕疗好之后，你才能够进入这一段关系而不影响别人。是，可是我觉得这个是我看到最大的问题是在这个，因为很多人是对这个东西是没有看见，或者是他没有察觉的。那他就会导致在你的关系处理上面，就你很容易就把它弄拧了，就是你心里也没那个意思，但是你就是会这样子。你就是会做这样子的事情。是。那他就跟什么你是什么星座、什么血型、什么 MBTI 的什么 type， 他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其实跟你过往的某些创伤它有关，而你没有去正视它。没有错，就是任何类型的人都可以有没有安全感，或者那种小时候被抛弃，或者是感受不到爱，不被接受的感觉。可是每一种类型它呈现出来的样貌可能不太一样。可是你说的没错，这个因素可能大于星座跟各种类型啦。对啊，我理解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那个画面我至今仍然记得。我真的是好像有一个灯泡在我的左边这样噔这样子。但是那时候我是刚开始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我好像有讲过，就是我刚开始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没有那么的熟。然后有一个礼拜天，反正我就是在他们家醒来，可是我那个时候的焦虑症是非常严重的，就是我礼拜天呢
我就会全身上下有万只蚂蚁在咬，所以我就开始搓手，然后我坐立难安，我站着也不对，坐着也不对，我出门也不对，我去哪里也不对，然后我整天都会非常的难过，尤其是每个礼拜天。然后我那天10点钟醒来，一睁开眼，我就觉得我的焦虑又来袭击我，然后我整个人又很没有安全感，就很不舒服。然后我就起来，我就走到客厅，我就看到他坐在客厅。然后你知道他们那个他们家是那种四面八方窗户都超级无敌亮，然后就打进来，所以那个整个客厅很亮。然后他就坐在那个沙发上，后面有一扇窗户，然后那时候刚好是10点嘛，所以那个阳光又打下来，所以他的影子就是他就是人就黑黑的，然后后面就很亮，这样好像耶稣哦。对啊，我就想说这是菩萨真的。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说哦，我觉得我的焦虑又来了，这样。然后他那个时候就因为也刚起床，然后就说 ：“baby， 你不要怕，我保护你。”然后我就真信了，你知道吗？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说我说我觉得他是一个可以依靠的人，很清晰。就是因为没有人跟我说过这句话。通常很多人在面对我的焦虑的时候，他们不是视而不见，就是多做了很多不必要的事情。那一次他只是说了这句话，看起来很幼稚很中二。不会啊，可是你知道他那个样子，就是对我来说他就是一个很清晰又很可靠的人。然后那个时候我一下子就通了，我那个时候就跟我自己说，为什么我要不停的把我自己的那些没有安全感，那些我背负家庭的那些原罪加诸在别人身上。因为那对别人就是不公平的。就那一刻我就噔，我就醒来了。哇，所以你是来渡他的？我没有，我只是很中二。可是我想因为中二的人都希望他可以保护这个世界。可是所以你讲假的是不是？你讲假的，没有妈的！他如果真的讲真的，事实上他也真的没有办法保护你，因为你很多创伤那是过去式，对不对？对。可是我很想问，为什么星期天？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星期天呢？我后来有去研究这件事情，为什么我就是到礼拜天的时候讲，那个是因为我好像很羡慕我的同学星期天都有 Family Day。那我们家呢，就是每一天它都是很不稳定的。那我也很希望我们家会有一个 Family Day。就是你知道我很喜欢那个傅雷，就是傅聪他爸爸。就是有一本书叫《傅雷家书》，傅聪是一个钢琴师，然后他在英国，他就一直不停的写信给他的儿子，跟他说你要注意身体哦，你要心态上要怎么调整哦。对。他其实说穿了，那本书根本就是 PUA， 就是你如果用某一种角度去看，它是一种全面性的关心，但是也很恐怖的情绪控制啊。可是你知道吗？我好羡慕傅聪有傅雷这样的爸爸。就是你在这方面是匮乏的，对，没有，这是一种经验，对，那是一种投射，完完全全是一种投射。所以我后来理解到这件事情，所以我好像跟他在一起以后，我星期天就没有再焦虑了，我那个焦虑症就不见了，就是那个是一种心病。我觉得我自己是这么觉得，因为他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就消失？我后来跟他在一起之后，我星期天就渐渐的那个焦虑就不见了。因为你觉察到了，对，就是星期天还有它的起因是什么？对，我觉得一旦你把潜意识有可能影响你的事情浮上台面，你就已经解决了一半了。对啊，可是很多人是没有这样子的理解的，不管你自己个性的阴影，或者是你儿时的创伤，对方可能只是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忽然忘了你交代一件事情，这个剧本就出来。你看我就是被抛弃的，你看我就是这么容易被遗忘的，所以什么事情就是他已经把这个剧本，他还扛着这个剧本，他没有这样的觉察。是，所以我那拉回来写书这个部分，就是其实我第2本书那时候谈的是要写爱情的，因为最多影片看到是爱情问题。可是就像你说的，我就觉得如果没有走过自我觉察这一块，我不想要直接谈爱情。因为我觉得我又把
大家的专注点放在叫大家去专注在别人身上，因为我非常了解这本书一写出来，大家一定会说我老公我老婆是什么类型，我喜欢的人是什么类型，我要看他是什么类型，所以我有一个攻略，就是我非常理解，我不管怎么样说，大家都会这样去用这本书。所以我的第二本更多就是我可不可以透过问自己很多问题，觉察到我可能背负了什么阴影，我可能对自己有什么样子的期望是我没有看到，然后我觉得委屈或者我觉得不甘心，可是我没有说出来，那这股怨气或者是过去的创伤，它就是压在那边，引导你做之后人生的一些决定。那婷是很幸运，就是在关系中有觉察到，然后再调整。可是很多人都是在关系中一直不停的受伤，然后越受伤越觉得是其他人的问题，是我的婚姻的我的感情路就是很惨，就是越来越陷入那个自证预言，就是我老是就是很倒霉碰到错的人。所以那时候为什么这本书是现在写，其实一开始本来准备是这一本，可是我硬生生的就说我觉得我还蛮坚持要写一本自我觉察的书，因为我自己看到我也是在感情中调整，因为我太早认识我先生了，所以我虽然跟同一个人在一起，可是我觉得我们的感情也好像有4-5个不同的阶段，就是每个阶段我觉得我们2个都不一样。那我也是一开始非常非常的黏，因为我觉得感情这种事情不要被感情影响，我以后要做女强人，然后转到真正爱上了，就发现哇，原来爱是这样子挡不住的，原来爱一个人这么幸福的感觉，就觉得我好被包容，我就是他可以完全接住我，他不会批判我，就是我觉得我腿很粗，他也觉得 OK 这样子。然后到我们去大学第1年，我爸妈就打来说他们离婚了。我记得我那时候心里想的就是说，我们不会这样子。我跟他的关系，我们的互相理解、互相包容，我不会像我爸妈这样子。那个讯息，我的印象很深刻，我在书里面有写，就是以前都是有线电话嘛，我是坐在我们宿舍外面，是一长个那种走道，晚上我是拿着电话坐在外面地毯上，我还记得那地毯是那种深蓝色的，然后就一边在抠地毯，反正家里就是打来说爸妈要离婚了，发生了什么什么事情，他们终于决定要离了。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我一方面是震惊，一方面是觉得 OK， 现在我也没有办法做些什么，而且我也觉得 OK， 这样子也好，可是我心里就想说，我跟我男朋友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就很刻意的要经营说我们2个不是那样子，我们2个不会走到那一点，越用力越黏越糟糕。对，所以真的我们大概没多久半年，就是忽然我觉得对他来说，他才18、19岁，他要承担一个人，不只是自己大学生课都很难了，还要承担另外一个人幸福，那个责任我觉得对他来说是有点太可怕，对，太重了，感觉把那个爸妈离婚的那个压力全部都弄来他身上，对，其实跟他一点都没有关系，而且他才18岁。对。然后我觉得他的父母也是，我忘记我公婆是什么时候离婚的，但是反正我觉得我们从小就是也看到爸妈的状态，也不是人家的那种幸福快乐的互动，然后他们自己都很努力的在克服自己人生的挑战，所以我觉得我们2个也没有一个范本可以参考，所以虽然我们在一起这么久，可是你看我们每5年、7年、10年好了的关系，好像那个互动就像跟不同人在一起，因为我们各自的成长跟碰到的问题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非常理解你说，从很理智的脑到真的谈恋爱，那个恋爱是挡不住的。然后在那边的挣扎，然后最后就是对爱臣服，然后受伤了以后又觉得干，老子再也不爱了。然后再走回去，就是说怎么样调整自己的心态。真的，我觉得关系一直以来都是最难的了，不管是只要是跟自己以外的人有任何的关系，不管是亲子关系、恋爱关系，
朋友关系，其实一直以来，我觉得关系是最难的。我写第2本的时候，有一段我是大哭，我想到我的外公，因为讲说人生会面临到的一个生离死别嘛，所以我其实自己也觉得，好疗愈。我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就是我写到我想我外公以前什么小时候带我，就是发现好难过，就是这是人生必经的事情。我今天下午就问他一个问题，我就说你会想要把你的生命写成一本小说，还是一篇散文，还是一首诗，还是 whatever， 就是纪实的，就是记录的，或者一篇新闻，对之类的。你会想要怎么去撰写你？就是假设每一个人都是一本书，那你会想要把你的书写成什么样的传体呢？就是把你的人生写成什么样？对。那你呢？我真的认真在想然后我就想，我觉得我的过去上半辈子我整理的那些东西，我觉得它比较像纪实的，像记录 documentary， 对，就是纪实报道文学之类的。可是我下半辈子我不想我想要把我的生命写成一首诗，它是有诗意的。就是我的上半辈子跟我的下半辈子我撰写出来的传体它是不一样的，我希望它是不一样的。那雪莉老师是想要之类的，我觉得故事性吧，我还是就是我会把人生想成像金庸小说那样。我还是要金庸小说，我还是觉得它不会是我的自传，因为我觉得生命中有很多重要的人很多角色就是很多角色都在旁边。那每一个角色，它显示了大世代的环境，然后也可以看到，因为我身边有这样子的人，就是这一个拼图是怎么拼凑起来的。我觉得这是重要的啦。所以那你会不会在这个小说里面，你的角色会有所变化？我觉得为什么这么爱金庸，就是因为角色不能说它变化 ，MBTI 也说它不是变化，它是多样性。你看《射雕英雄传》里面的黄蓉，跟《神雕侠侣》里面的黄蓉是不一样的，你看到他非常不同的面相。对年轻的时候，你看他是一个机灵的、爱丈夫的、纯情的，后来就可爱的，是一个你看到是一个把自己女儿宠坏的，会养成姑夫这样子的妈妈。right， 所以我觉得人没有变，只是随着环境、随着年龄，他还是黄蓉。可是你会更深入看到，因为环境、因为角色的转变，她做了妈妈了，她在襄阳城做了城主夫人了，她是丐帮帮主了，她承担的责任不一样，她这个人一定不会像年轻的时候她的那个样子。所以我觉得真正一个好的小说可以看到主角或每一个角色的多面相，那他就没有什么所谓的改变，他只是成长，我觉得啦。所以你觉得对你来说，你自己的变化，你会觉得是你自己怎么看你自己这件事情的观点有所变化吗？对，我觉得我们常常会把自己定位成一个角色，就是你看那种剧，看了觉得很白痴的剧，就是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然后坏人做什么事情都是坏心眼，好人做什么事情都好像很好。这种剧你看了就会觉得很无聊，除非男女主角很帅很美，要不然是看不下去。简单一点，他是可以发泄的啦，比如说很喜欢他，对，讨厌他这样。对，就是而且我觉得有时候是你投射，因为你需要一个恶人在你的人生可以觉得讨厌，所以你看这种剧。可是真的会扣人心弦的剧，它一定是有它的复杂性。对不对？他没有一个人是完全是无辜的，然后没有一个人是完全是可怜不可恶的，对，所以我觉得人本来就是多样性，所以人家问我说：“我 MBTI 会不会改？”就是我以前好像比较是这个类型，我后来变这个类型，以前是 I 人，现在是 E 人。对，我就觉得没有看到人的多样性。对啊，你觉得 I 人一定就是长这个样子，事实上不是。对，就是每个人都是很立体的。对，确实。那 Hank 你呢？我今天下午想了很久，然后我就试着把我自己的人生，然后把它放到小说、散文跟诗里面，跟 documentary， 然后我就觉得，
不知道哪里怪怪的。我后来忽然想通了一件事情，变成春联。差不多。凭什么？差不多贴在墙上。差不多的概念。我后来就跟他讲说，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是要活成一句格言，是不是？就是我有 get 到，对，就是短短的，不要太长，但是 I live by the principle， 然后它就可以贴在墙上之类的。是不是？我有 get 到他的点，就是弄成春联，上联下还有很批，很批，就到最后他只要归纳出很简单，因为我也话不多嘛，就不要弄那么复杂，我们就简化春联。超有，对不对？我是不是有 get 到你？为什么你会用春联来形容？我一直在想说，他这个都不对，那他可能想要呈现的是活成一部春联。你是不是有记仇？他上次说你是大雕，所以我就要说他的人生。你现在就要说我是春联，春联。我有感觉到雪莉老师的睾固酮开始上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要来觉察一下，为什么 Hank 会一直触发到我的，他的战斗感就开始出现。对啊，为什么？到底为什么？这节目到越后面越好看。就像我们的 dynamic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真的，我是爱。你为什么会一直触发他的睾固酮啊？真的很妙我刚刚一直很想呛他，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懂我没有办法理解你为什么一直触发人家睾固酮。真的很妙我有一个朋友就是 INFP 大叔啊，也是这样，他话不会有我多，对，可是他抓住机会，他就很想要吐一下，弄我一下，对，就很好玩啊！你不觉得真的很好玩吗？就是我会有招惹到这样子的，我会吸引到这样子的人想要来，对，难怪你会吸引到你老公，就是 INTP 的人。我老公没有这么尖锐吧？对，他的观察力没有这么入。这样好糟。我有发现一个点我发现雪莉老师是一个很在意贯彻始终的人，就从一而终，是从贞节牌坊的，就是你好像很在意你自己的，不管是选择也好，或者什么东西，你就一定要把它完成。就是这个，你好像那个 project 开了之后，你一定要把这个 project 做完。你一定要让它离 end。对，这是我人生在，然后过程再痛苦都，或者再怎样都 OK， 但你就是要把它完成，就仗要打完才可以。对，就是今天亚历山大将军说我要去征服亚洲，我就一定要打到亚洲最东边，对，然后我才要回班师回朝的，对啊之类的。好像是我在跟钟木之老师在谈，也是他也说，对他来说，如果过程不是这么顺畅的话，他会考虑调整目标。对，然后他也看到我的盲点，就是可是我过程再怎么痛苦，我目标设定了，除非有人像他那样子提醒我，对，我就卡住了。对，就是拼了命。就是要完成目标，那中间就会很痛苦。有，我刚刚的感觉是这样。为什么？我们讲到什么你会？我不知道，没有，那是一个他有那个综合前面1-2个小时的谈话，我忽然有感觉到，哦，你好像很在意，就是那个目标跟结果导向，然后那个过程好像对你来讲都是牺牲，都是值得的。就是为了要完成这件事情。对，可是有那种感觉，我现在年纪大了，我就会发现。有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要做那么多牺牲，就是牺牲。如果我有意识觉得这些牺牲都是值得的，对，那就另当别论。可是很多时候是到达目标回头看才发现说有必要做这些牺牲吗？如果当时有意识到有这些牺牲，我会这样做吗？就是所以为什么 MBTI 就是让你更多觉察。我既然知道这是我的盲点的时候，我就会特别注意这一点。但你说的没有错，很多时候就是遍体鳞伤到了终点，然后就觉得有值得。到底对啊，到底要干嘛？就是我真的就像我老公说，快了，然后嘞，就是人生还这么长，你到底在快什么？我到现在，我老公都会，因为我老公说，有的人就是好奇的人，对世界充满好奇，对，然后有的人就是更多是讲理论的人，对。然后我才问他说，那所以你觉得我是哪一种？然后他就你要听实话嘛，因为他不觉得我是好奇的人 ，OK。然后我自己想一想，我就在想说。
我不是对人生不好奇，但是我没有像婷这样子的有很多题库。因为我会像 Hank 那样是目标导向，就是我问这个问题，他对我现在有什么帮助？所以他现在的回答对我来说是不是 valid？所以在这时候我就会停止好奇。因为我会觉得再挖出来的东西，也许它没有持久性，或者它的信度效度。你好认真，对啊，好认真在这件事情上。对，所以我不会有很多好奇的问题，因为我会觉得我得到了这个答案，它的真实性在哪里？是不是真实的？还有它可以对我现在是不是有一些实质的？如果没有，我觉得我不会去问。对，因为我问你，你问我问题，我会说为什么你现在想要知道？OK， 它是因为如果我回答了以后，它会让你的人生改变方向，那我回答的方式可能不太一样。你真的是完全是目标导向的人，真的耶。所以我老公有时候跟我聊天也会觉得说。我会说我不是不好奇 cryptocurrency， 我不是对 AI 没有好奇，但是我觉得我不会让它无限延伸。对，那我觉得对我老公来说，因为他的好奇心，所以他学的更多更广。可是有的时候你就偏掉了，对，你有时候拉不回来，有时候想说，我到底我的目标是什么？在这里面就会。那你跟人聊天的时候是没有办法那种就是无止境的没有目标的聊下去的，你会聊到一段时间，可能刚开始可以，然后一下子之后后面就干掉了，就会觉得说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聊这个？有什么目的吗？或者你会这样？可是我会现在有一个大框架，比如说我今天来的时候，我的目标纯粹就是纯聊天OK， 那我就知道我的目标是 enjoy 我自己，喝酒纯聊天。对，在这个框架下，我就不会有任何的说，我们一定要完成什么事情。可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是有一些目的性的时候，我那个框架就会比较清楚。我就不会在这个框架上就会。所以你是很需要去一个场合，先搞清楚这个场合到底是为了要做什么。没错。然后你如果不知道，你就很难过。没错，会不会？所以我老公有的时候就觉得我很不随和。出去那里目标是什么？有什么样子的人？是什么场合会影响我的表现？还有我的表现，还有我的穿着，这些都会影响。我要把大脑稍微调整一下，就是我不是那种放下，就是我觉得我慢慢有在练习啦，慢慢这个框架越来越松，越来越松，越来越松。可是。我会在这个，我觉得 J 倾向的人在没有框架的时候是多多少少有一点没有安全感。就是 Where are we going with this？我们现在所以讲这个，你的目的是什么？婷婷就是一个跟你完全不一样的人。我老公也是，我觉得欣赏的点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有目的性的挖，你已经有一个框架了，你挖不到。特别的，或者超出这个框架，超出这个框架的东西，其实它是有一些局限。那它的好处是，你可以在这个时间完成目标嘛。可是我自己也看到，我在人生好像丧失了一些有趣的经验分享啊，或者是听到一些有趣的事情。P 倾向的人，像周慕姿老师也在讲 P 倾向的人，我就看到生活的生命力有没有？因为很多 surprises， 对，很需要刺激啊 ，right？ 有刺激，有 surprise， 然后，我任何时间就是打太极，我迎接所有的未知，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学习的。我的个性一直以来，好像我生来就是来打破框架的，所以我从来没有在乎什么框架，就是那个框架对我来讲都跟我无关，就是。反正我就不会 fit 进。他常讲就是这是跟我无关。对啊，就跟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我觉得一个是 MBTI 嘛，我觉得 P 倾向的人本身就是不太喜欢框架。对。可是我觉得婷可以这么有自信的觉得，因为我觉得有些 P 的人会觉得我不喜欢这些框架，为什么有这些框架？可是我想办法。符合在这个框架里面，可是我觉得我刚听你的紫微斗数命盘，你的子府在福德宫，对你其实是够稳的，就是我的精神状态是北斗帝王跟南斗帝王 ，I don't care，
我的精神状态我已经在这里了，所以你们其他人就是平民而已。所以我不会在意你们平民的框架。紫微天府一个是北斗的帝王星，一个是南斗的帝王星哦，所以这个在福德宫就是你的精神状态，就是我不需要被其他人影响。但我觉得其他拼星象的人如果没有这么强势的心，可能会觉得我不喜欢，可是我有觉察到世界上有这样的框架，我必须要去迎合它。可能没有像你有这样子的骨气，对，或者这样的底气啦。我举个例子来讲，就是我们最近，譬如说常常会有，譬如说朋友邀约说，去哪里干嘛，然后或者是合作上的邀约去做一个什么事情，然后我第一个想象是说为什么他要找我？我的第一个感觉，你帅，没有，我不是。但我第一个想象说，为什么要找我啊？我又不适合这个，然后就开始就是各自脑补这样一大堆。然后他就说，你为什么要想那么多？你就想你要不要去就好了。然后我就说，OK， 可以这样想的是吧？本来就是啊，人家会找你，就是人家会找你，你去管人家，人家为什么会找你啊？不要过度分析啊，我懂你的意思。对啊，那他的意思应该是不要过度分析了。对，我们分析的原因也只是因为我们不希望我们自己到一个我们自己会不舒服或是不开心的状态。对，但他很单纯就是这样。我很单纯嘛，我觉得 Hank 跟我跟他相处这么久。就是大家其实都很羡慕他，就比如说觉得他很帅啊，他的朋友就觉得他很聪明很帅啊，什么什么之类的，那是因为取得好之类的。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呢，我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其实没那么有自信。然后我就在想说，为何人家没有子府坐在？人家不是福德宫皇帝的命坐在福德宫，没有我自己猜啦，就是现在从 MBTI 讲到紫微斗数，来，我们好广哦，就是走一个仙姑，什么都讲一点，什么路线都可以啊，可以。没有，我自己觉得 INTP 有的时候会比较没有自信的原因，我不知道这是不是 Hank 的原因。是因为 INTP 看事情总是可以看到 bugs， 就是我看到这个事情有一个 bug， 对，包含看到我自己有一个 bug， 对，就是所以总是看到别人可以更好，对，这就代表可以看到自己有可以更好。换一个话来说，就是自己还不够好。所以我觉得有这样的思维会比较容易，会觉得可是。我看到理想是这样，可是我现在还没有到。对，就是因为他的思维是很容易看到出错的那一点，或者是还没有好的那一点，就他比较看到的是真实性，可是会忘记说，其实很多人都没有不可能这么完美。简单来讲，我自己的解读就是我后来过了很多年，我自己的解读就是。其实这种人就是自恋的，因为自己觉得自己可以更好，就是自己觉得自己很帅啊，他有一个很理想的样貌，但其实真的回来看，比如说照镜子就会发现，这个腹肌还没有练出来，但你就觉得我应该要值得6块腹肌的啊，我应该要怎么样，但他就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帅的人，所以我应该要有这些东西，但其实可能目前就没有嘛，那就估量错误啊。对，其实有一点就是这样，就是这个 gap 自己有时候会比较会在意，对，会在意。但对我来讲，那个也是很好，是因为它是一个前进的动力嘛，就是你总是有一个目标。INTP 好的时候就会一直有前进的动力，因为你会一直看到我还可以再做什么更好。对。但是当压力大或者是没有被爱跟包容接受的时候，这个就会变成一个 crippling 的一个，就崩坏了，直接崩坏。因为你就会觉得我怎么做都不够好。对，所以 INTP 的结果会长得很不一样，就是在这个可能从小有没有被爱关怀，或者身边有没有理解接受的人，可以导致他说，我觉得我还可以更好，还是说，你看我都这么多不好，我已经不晓得从哪里开始可以修补了。如果你不是在充满爱的家庭长大，你就会不断的自我检讨。对，有可能这是就是会怀疑自己，我是不是这边不够好，或什么？所以 INTP
如果在事业上面或者在某一个地方可以找到成就感，这个会是很棒的，因为就有一定的底气。对对对，还是需要一点底气。他是需要一点底气。难怪你那么需要夸奖。对啊，对啊，他很爱邀功对，他不就洗了一个碗以后，他就会来邀功。对，一定要，我必须要受到肯定。对，洗个碗，但你就我们做了，我们好不容易，我们好不容易做了一个我们自己不想要做的事情，一定要受到肯定，不然我们没有办法无以为继啊。这很丢高所以这是他需要的爱的语言嘛？那其他 NTP 不一定是需要用夸奖的，可能是其他的方式。总之就是要有足够的底气，知道说，我只是看到一个小 bug， 而不是我全身都是 bug。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解释 MBTI， 就是说你同一个类型的人，你有这样的思维，可是你长得不一样，可能是你的原生家庭给的东西不一样，然后你社会经历不一样，然后需要的东西不一样。他每天都在念我，我说他每天都在念我。我现在发现应该是我现在在他眼里从头到尾都是一个 bug， 但他会念的方式是因为他想要你今天是来婚姻咨商吗？婚姻咨商，因为我只是把我从我老公身上学的事情跟你分享，就是他会去讲的人一定是他爱的人，要不然他不会 care。应该是这样讲了。我常常在讲一句话，就是我觉得能力要跟上你的欲望。你在讲你自己还是我在讲我自己？我们让他春联写我100%都在讲我自己。我觉得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能力要跟上自己的欲望。然后我在他身上看到太多的潜力跟太多的想望，所以我只是在帮助他督促他的能力要跟上而已。那喝酒来，你自己先喝，你自己先喝。我喝。那你讲这些东西是好不好意思，对不对？那你有没有想要把这个精神放在自己身上？我觉得那认真放在我自己身上，我完全没有任何的愧疚，因为我属于很自律的人，所以我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想办法精进我自己，所以我不会觉得哪里有问题啊。所以你会想要他精进的原因是你想要他？我想要他精进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我在他身上看到我所没有的欲望，因为他的欲望比我还要大很多。就是你看到他的欲望，你想要帮他达成他的欲望。对。哦，我的欲望是什么？我都这么知道。但他实际有这个欲望还是？没有，他实际有这个欲望。我的欲望是什么？他的欲望就是要，简单来讲就是要干大事。是干大事的人才，但我不一定要干大事啊。但你有那个干大事的欲望，像我们可能就是做大官就好了，不一定要干大事。我没有要干大事的欲望吧？我觉得你有，你太不了解你自己了。哦，你举个例子来听听啊。对啊，举个例子，我好想知道。对啊，真的要讲吗？什么意思？你们等下讲完就把它剪掉啊！你家的讲完就关系，讲完就把它剪掉。我们在弄这一栋的时候，OK， 我有检讨这件事，可是后来我就听了唐老师星座要来了，来，我最爱唐老师了。然后唐老师因为就是他在讲那个什么太阳、金星在9宫的人。就是会去做一些这一类的事情。哪一类？就是简单讲，我觉得对我来说，他就是比较好高骛远、好大喜功。好大喜功，我觉得我还好。好高骛远就是有一个 utopia， 有你的乌特，理想对，是很清楚的图像，对。可是你知道，换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因为我的那个生命力跟我的精神力是属于很饱满型的人，是，对，他是，所以呢，我就会不停的朝着这个理想前进，即便他是一个乌托邦。所以婷就是目标导向的人啊。应该说他觉得他那个乌托邦是可以 cover 到他比如说他做的事情，事业或者是 whatever 的东西，那像我也可能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乌托邦嘛，对。但像我的乌托邦，可能我就觉得我体力不好，
所以我就觉得我 cover 我自己就好了。对然后我就会，我懂了，我懂你说做大事的对意思，就是他想的乌托邦是已经超乎他自己，是一个大方向的图像。我懂了。可是这个东西是因为以前呢，我从公关公司，然后一直到电视台，它都有一个规格嘛，应该是说它有一个很大的扛棒在你后面，你知道吗？有个大公司在后面，有个大公司在你后面，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嘛。然后你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project 出来，怎么样？你就是有钱，你就可以，你就是玩别人的钱很厉害。我懂，你已经很习惯做这件事情，然后你也很习惯，就是这么大的东西，你是可以完成它的。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团队在旁边撑着，是，对，或者是说，即便没有团队在旁边撑着。你后面有一个很大的牌子在你后面，是支撑着你的，是它就是这样。可是我后来自己创业的时候，我真的扎扎实实在这个过程领会到一件事情：你不需要用你的 title 证明你自己是谁，你必须用你的做的什么事而证明你是谁。你必须要离开这个地方之后，你做了什么事，你才能够证明你自己是谁。我那个时候在我身上看到这个，就是。我再也不是那个某大公司的对有资源手上握有资源的人，某个什么资深经理。说真的，那个资源不是我的，对，真的握在你手上的资源才叫资源。如果只是在你背后的资源，那不叫资源。那都是假的，那只是在你的背后而已。可是它不在你手上。因为我懂你的意思啊，因为我一开始也是在。我不是在那么大的公司，但是在旧金山也是最大的广告公司，所以事实上是玩别人的钱嘛。对啊，所以你会觉得希望公司的文化，自己在创业的时候，你对某些部分有一些执着，但你发现是自己的时候，就盘点自己资源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对啊，这个我可以理解了，我们自己也都摔过跤，就是。你想象的规模是，其实你独立是无法做到的。而且你知道很有趣的一件事哦，因为我就觉得说我从小我的家庭是一直，我身处的家庭是一直想要从空中一直要把我拉下来，踩在土地上的。可是后来自己出去工作了以后，你就会觉得你好像又飘在空中了。但是那个时候是没有发现的。然后到你创业的时候。你觉得你可以去玩弄那些你以前学得的技能，比如说在公关公司学得的那些行销的技能，然后或者是在电视台里面你习得的那些所有的 skill，你觉得你是可以耍弄它的，所以你自己创业的时候你就把它放进来了。OK， 抱歉 ，Sorry， 这些东西你一概用不到。对 ，it doesn't make sense。他就是不给你玩，对，因为怎么样都不给你玩。因为你以前的公司已经成立30年，你现在才出来成立。然后你那些 skill 那些东西，就是我想的那些 idea 或是那些 skill， 你越踩在土地上，你越贴近心里面的，它越让你玩。可是越让你看似是可以有一个名字出来的，有一个什么的，可以让你很快的做什么事情的，他越不让你玩。我觉得这个是命运对我来说最有趣的地方。你越觉得是那样，它就是越不是那样。可是现在有领悟到了嘛？领悟了。所以我觉得我的飘在空中是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它慢慢把我拉下来，就是500公尺、400公尺，哎呀，降落，有没有？就是他要你踩在那个土地上，你就是要踩在那个土地上。这是一个 INFP 一生的学习吧。就像 ENTJ 一生的学习是，也许重新检视你的目标，就是真的需要这么快到，或者真的需要这样子吗？我觉得 INFP 的人生更多是我太多复杂的想法，我怎么可以把它落地？对，而这个落地是不是真的符合我们现在活的这个 dimension？ 对，因为太多可能就是哇，我想的这么完美，这么多细节，这么复杂，有可能生错时代。我觉得这就是这两个类型，就是他要走的方向是不一样。就是我们一生太目标导向，其实就要慢慢的
跟 INFP 靠拢，就是你慢慢的看到人生其实有更多可能性、色彩等等。可是 INFP 慢慢的就是要学习说，这么多东西我需要把它落地，对，它才是真的。对，所以要不然这里还是空的。对啊，所以你那一张 pass 到底有没有要用？你为什么要一直问这个问题啊？你就说以目标导向的话，对啊，现在不在目标上。那张 pass 代表的是一个过程啊。我跟你讲，如果我们两个人是相反，你是一直要提醒我这个过程，对啊，你很烦欸。那张 pass 的重点就不是结果啊。因为那个 pass 只是告诉你，那所以我跟你可以有过程。我跟雪莉姐就是相反的啊，因为我前面就已经是玩到一个炸开来了嘛，所以我现在就很落地。对。就是我一直都很落地，你是叫我飞起来？对啊，对，你有听懂？我有听懂，哇，我有 get 到，我讲了这么多，get 到春联男，我有 get，我有 get 到春联男的点。OK， 我有。我们讲话很简洁啦，很多时候可能大家听不太懂。有，我有 get 到。我觉得跟 INTP 在一起这么多年，30几年，就是我会拿一句春联，我可以自己把它兜成一个故事，可以大概理解它背后想要表达什么，我会自己自动 auto 翻译。对，我们讲一些话是有的。至少我觉得应该要放宽，然后多去体验，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子，就用你的方式来回答。如果是这样，我就没有办法回答你，因为我一旦回答你，它就变成一个目标。所以既然你要提醒我是人生的体验，果然现在哎呦，拜托，将来是老大大，不是，果然是大雕，他是姐，好不好？拜托你在那边，要弄又是雕，果然是大雕啊！没有在那边弄啊，你以为？雪莉老师，雪莉姐，雪莉老师，不要叫我老师，就也。对，姐是就妹啦，学历就好，好吗？最大的重点就是他从没有1分1秒想要输。我跟你说，他来到这里走进来，他就没有1秒想要示弱，或者是感觉到他。我跟你是哈，他今天一走进来，将军令就没放下过，是吗？是不是？对，但我其实觉得她是个柔弱的小女人。我就吃了这么多雌激素来，还说我是将军啊！我现在还可以做什么？你告诉我，回答我。那你内心 Look into my eyes, tell me why, baby why？ 不是，但我不需要问你很严肃的问题。我们拉回来一个理性的思考。我们这个节目还是继续做。我们现在还有理性的思考吗？这个节目还要继续。他已经快要跟你翻脸了。没有，我跟你讲，我们只是在测试这个。那你可不可以先帮我们倒一下？倒酒。他还没有可以有办法忘了要倒酒。是不是？会不会？我最近迷上 TikTok 这个说回答我 ，Tell me why, baby why？ 还没有倒啊？对，你倒一点啊！我自己一个人喝了一个公杯，你就喝啊！你不要喝的，你不要喝。认真欸。那我今天是带着戒酒的心态来的，对就好了。我刚自己，我这一杯完全我喝掉了，很赞啊！我们今天是抱着要跟你狂饮的心情，我是带着戒酒戒糖的心态，那个身。但我们刚回到没有要理你，对，没有要理我们继续回到一个春联要来，回到一个非常理性的探讨了，就是学术上的探讨。我们刚刚就是在你的内心深处，你不觉得你其实有一个非常可能不要用男生女生，就可能很小女人的，或者是很想要撒娇的，或者是想要依赖的，或者是想要使坏的那种。我喜欢他的脸的那种向往或者渴望吗？没有吗？一点都没有吗？难道没有啊？为什么你会觉得我没有嘞？我以为你没认真在听他的问题。我完全有，只是我被这个 white man over by， 没有，我只是好奇，有一点干扰到。我回来了，我只是好奇而已啊。为什么你觉得我没有？那你平常有展现在你的人生的哪一个面向吗？在这个去 deliver 是比较少。但是我明明你们上次看我 BTS， 我就非常小女人呐。你要把这个剪到头。
我有啊，我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是会撒娇的。我跟你说，在什么样的状况下我会觉得我可以变成小女人，就是比如说我老公哪一天就是忽然就是他的魂魄都回来，他就想要帮我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他忽然说他要去公司接我，或者说他忽然要说你要需要什么我帮你买了，然后这时候我会觉得我有被照顾到，然后会保护到，这时候我会有点撒娇就是我觉得我的需求，就是我会觉得我自己要处理的需求，我也不会期待别人帮我做，可是忽然他都帮我做好的时候，这时候我会说谢谢老公什么什么的，就是不是那么常出现，可是我是有这一面的只是我如果平常表现出来，人家都会很不舒服。这不是我的错。看到一个大雕在那边，你是不是也是大雕呢？没有，我只是顺着春联的话说，好不好？就是假使你觉得你在跟一个大雕练剑，忽然他好讨厌哦，你也会觉得很奇怪，对吧？是吧？我觉得大雕不是问题，那什么是问题？你只要承认说我是一个温柔的大雕。妈的，我就是啊！什么意思？老娘一直说我在吃紫金水，我就是一个非常温柔的。OK， 为什么？我明明就是一直要表现出我那个温柔的那一面。是你看了不舒服 ，OK？ 我不是没有表现啊。生气，这一集播出的时候，你真的不要后悔。他生气了，他刚说温柔的大雕的时候，你就暴怒。妈的，我真的是，我不是就温柔吗？我就超温柔的对不对？你懂温柔什么意思吗？什么意思？你在说？你真不是？我有，我知道你有学中文，但你知道温柔什么意思吗？我快笑死！我有，真的有，我真的有温柔那一面。你要我把它拿现在叫不叫得出来？我被你弄得睾固酮冲到。那我们接下来给你20秒时间，展现你温柔的那一面。你跟我讲2句话。有没有看过我温柔的那一面？对，说实话。但是我偶尔还是有那一面的，对吧？好害怕，有，拜托，真的有，求求你饶了我，你真的有温柔。工作伙伴在旁边说你不是个温柔的人，救命啊！伙伴说，在他眼里，他一直觉得是，但不知道为什么都没有展现出来。在频道上是温柔。在频道上是温柔。我一直觉得，每次雪莉她只要来我们家，睾固酮就会上升。对，我觉得是 Hank 的问题。我们2个共创了一个让我睾固酮会暴增的关系。他每次在他自己家里面的频道，就是你知道很温柔啊，对，我也觉得，但他那个温柔就带有一点杀气，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感觉他那个温柔有一点杀气。我觉得啦，我的温柔是在没有互动下都可以的温柔。但一有互动，睾固酮就要升起来了，太容易被触发，你知道吗？我觉得在我的完全用我的大脑的状态下，我可以理解人生的悲伤，然后人的辛苦，所以我在我的频道在讲的时候，我会用我的大脑有同理心。我觉得我感受到其他人的辛苦，然后我会想到我年轻的时候摔的跤，所以面对空气，我是有这样子的图像在讲，所以我觉得会勾起我温柔的心。但是实际上，我就是不能做咨商师的人，因为你就想骂他，我已经讲了1次，讲了2次，然后你还说，可是我好可怜，我就想我就觉得 ，Why tell me why？ 就是振作一点，我不是有这样子说吗？回答我，回答我，就是
你知道，振作起来我觉得看那个影片就是勾起我很多情绪。我觉得我就是这样子讲啊，我是不是有告诉你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你还这样回答我，为什么 ？Tell me why, baby why， 对吧？就是我觉得，所以在没有在那种安全状态，就是干净的空气，没有互动的状态，我的大脑是可以同理的，可以，但是可以 behave 互动的状况下，哇，糟糕，就有一点失控。你就是为了战斗而生的人啊！对，为什么你一直觉得我战斗啊？就你亚历山大大帝啊！为什么你一直讲亚历山大？我真的很不知道，我就觉得你的形那个象就是头像，头上要戴一个那种防刺的头盔，我真的快什么之类的？下次画给然后我看，到底你想象我是什么样？我下次弄一个图给你，然后他骑个马，然后身上要背一个贞节牌坊啊，那个超级冲突的，好，真的很有趣。但我真的觉得你是，我好期待看到这个图像。你是为了战斗而存在这个世界的人。我总觉得你，我觉得我是一个很 peace。我送你2个字就是战斗。我天秤座问唐老师扣印，而且不是他刚刚说 tell me why 的时候，我就很想跟他有时候报告长官是。你哪里 peace？ 等一下你哪一个部分 peace 啊？我天秤座我超 peace 我是不会没事去找战争。我觉得我知道你不会找战争，你对你来讲战争不是好事，对，但你是为了战斗而生的。你是为了领兵出征的，对，你可能适合去练武术，或是打一个 MMA， 那我真的会把人家打死真之类。我用意念就觉得很危险，我还等一下吗？你知道我们今天其实录制这一节目的是为了要宣传雪莉老师的新书，叫做《我和我的爱情说明书》。不是，等一下，我们这一集完全糟糕，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个雌激素的议题。对，然后我们这一集完全搞固酮满到天灵盖，你到底什么意思？到底什么？所以你知道吗？我在前言我就有说，真的不好意思，就是让我来讲爱情这件事情，就是我自己也会有一点害羞，你知道吗？因为我不是有这么多经验的人，可是我觉得在这里面我是带着组织心理学的角度，就是2个人就是一个组织，所以你会互动出一些不同的火花。我是站在这个角度来写，不是说那种刚刚旁边这个人搞固酮满到一个炸开，突然看到我前面这本书，Oh my god， 我的粉红色的书，救命，全部都是粉色的书，糟糕！对，我忘记今天的主题。对啊，但都是你的错。不是，但你知道我真的要讲的是什么啊？我觉得你是超级恋爱脑的人。其实你知道，唐老师说我是恋爱脑的人。对，我其实觉得你是恋爱脑。唐老师看我的命盘说我是恋爱脑的人，我其实听到我有点吓到。那我今天跟你讲，你是恋爱脑人。对，为什么？对，你为什么会说他恋爱脑？我没有看命盘。对啊，那你我觉得他就是恋爱脑的人。因为唐老师也是这样说。就综合他是蔡老师，综合他以上的所有的言论，我就觉得他就是恋爱脑的人。为什么啊？说个理由。贞节牌坊，贞节牌坊就是恋爱脑吗？不是，我不知道，我随便猜。我觉得他会为他想写的剧本写出一套全新的剧本。我没有听懂，我也是。谢谢你。就是如果他比如说认定一个人了，他会为这个人打造一套全新的剧本啊。然后如果他喜欢一个人，他会打造一个完全，对我来讲，这个就是有，我懂，就是我那个剧本是完全其实是不是因为这个人，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合适。我觉得你对了，我客制化一个适合我们2个的剧本。我听懂了哦。有，你的观察厉害吧？很精辟，这个蛮厉害，厉害哦，这个蛮厉害的，真的对啊，我觉得所以这样有去跟大家分析恋爱的细节，跟感受到恋爱的时候，因为恋爱对我来讲，其实某个程度上它是一个幻想，它需要很多想象力，在这个里面你才会获得充分的愉悦跟快感。所以这个想象力是必要的。假设你要得到这个快乐的话，你需要有想象力。那我觉得雪莉老师就是
非常有想象力的人。他虽然可能现实生活当中他可能只有一个对象，但他可能在里面已经不知道想象过多少次很多奇怪的东西。我好厉害哦！你怎么可以看到这个啊？你不觉得他很恋爱脑啊？你没有这样感觉吗？我没有，我一直觉得我自己也没有。但是唐老师那时候说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他说你这是恋爱脑，我也是很想要问说，到底是哪里？但我这样子听，我觉得有我觉得就是真的爱了一个人，我觉得可以客制化一个剧本，我觉得是有这个事情的。我自己想是有。好强哦！你怎么会看到？对啊，而且他会可能会为了那个结局去衍生所有的前面的细节，就往回推。我做事一定是往回推，目标导向的嘛，因为我要这个目标，所以我会往回推。对，所以我希望什么样子？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因为我觉得我们多多少少都有 repeat 家里的剧本，对不对？你可以看到世代就是之前他没有处理好的感情关系，多多少少会延伸到下一代，就是会有一点 copy 那个模式。那我觉得你说的没错，有意识无意识，我有重写我们两个的剧本。那因为我是比较主导性的人格，那我觉得他有配合演出。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设计出来的剧本，可能他也有 buy in，就是他也觉得，也 OK。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有多多少少稍微跳出一点，就是过去的一些包袱吧，必须要演的东西。就是在这段婚姻里面，你当导演，他甘愿当演员，类似。但我觉得，因为两个演员的 motivation 是相同的，我觉得我有客制化这个剧本，就是说这个不是你演起来困难的，就是有量身对量身对不对？就是因为我如果你演起来也不困难，他也我觉得第一次会分手前就说，我有妈的，这什么确的剧本，这什么台词？你就是郭靖，你就给我演郭靖，你不要有其他的想法，对不对？但我觉得第二次的时候，我有看到，就说，对他有郭靖那面，他有杨康的那一面，对不对？就是这个人其实不是我想象的这么简单的。对，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我所想象的剧本是更复杂的。所以你有没有觉得他其实是杨过？我觉得他内心可能也有一点杨过，也有一点张无忌，还是小龙女？为什么你一定要提小龙女？我想想看，小龙女说不定也有一点。我觉得他多多少少有一点这种世俗，你就有很多小龙女的特质，就是我管他外面的人怎么讲，我想做什么，就我不觉得外面的规范是正确的，就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内在的小龙女，就觉得这为什么要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我的小龙女的比例少很多。对，你是大雕嘛？你为什么？然后你老公真的觉得你很烦。我找到那个角色，卧龙在天。不是，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会看到雪莉老师这个？我不知道大雕，因为他一直形容恋爱脑郭靖跟黄蓉。然后他说他不是黄蓉是非常恋爱脑，对，然后他说他不是杨过跟小龙女，然后我通常都觉得人很想要 denial 的那个讲就是越觉得不像，越觉得不像。然后我一直想小龙女，然后我想说你又不像小龙女，然后我就想说杨过还有什么对手？杨过除了小龙女外，只有一个对手。哇，你是这样延伸出来的，好有意思哦。对，我想问一个问题哦，你在爱情里面，你有感受到很多过不去的地方吗？第一次分手嘛，第一次分手真的过不去，因为本来就没有想要投入感情，对，然后年轻没有真的投入，我是100%投入。我真的觉得我恋爱脑是那个时候，你没有办法想象我那时候是多爱，所以我到一直都鬼遮眼，就是这样子，就是他的所有的一切变成我的快乐的来源，因为我会觉得我们的关系对我有这么重要，所以我第一年在纽约，因为他不在纽约，我们是 long distance， 我只要有时间我就去找他，然后要不然就是坐在电话旁边等他电话，所以我的生活的重心摆在他身上。那我觉得很感谢，当然当下真的很痛苦，但我非常感谢的就是那个时候分手了。我跟你说，我一直到现在才可以好好讲我们分手那一段，可是我分手的那个时候，其实
因为我觉得大学要好好发展，所以我又去选了一个叫做 Sounds of China， 就是中华之音，就是 Columbia 有一个 radio show，是每个礼拜六早上我们会用中文讲给纽约这 Tri-State Area 的人的一个广播节目，所以我选了那个的Vice President， 然后我又去参加一个话剧社，所以我又有一个 play， 所以我在压力非常大的时候，是他跟我分手的时候，他到纽约来看我的 play。可是 play 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前一天他跟我分手，然后我们所有的高中同学就留在 NYU 那边陪他，所以我上场谢幕的时候，其他人都有献花，只有我没有，我一个人待在台上。我以为我的朋友跟男朋友会来献花，而且我连在 program 上面每个人都有写 dedication， 我还写说这是给他的。所以我很多的心思放在他身上，可是我现在回头，我终于可以比较平静的来看，就说我越在压力下，我越抓着他，因为他是我的人生的这个救生圈，服部。所以他在那样的状况下，那个年纪，他真的没有办法 handle， 所以他就说他要分手。好，他觉得这个压力太大了，因为我就会一直说你怎么没有回我电话啊？我不是说几点啦，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你知道压力越大，就是越想控制。那对他来说 ，P 的人就是没有那么想要照着这个时间表，所以那段时间对我来说有这么痛苦。然后他就说他想要自己一个人自由，可是我3-4个月后回台湾，我就发现他跟别人在一起了。那就是走入我的第2段领悟。就是领悟，那时候是我人生之歌，就是我看到他跟那个女生走进咖啡厅的那一刹那，我就知道他们两个在一起了。我当下就是那时候我爸妈已经离婚，我就跑去我妈那里，然后我就痛哭，然后我妈当下就给我2颗安眠药，就说你好好睡觉，没有办法睡。半夜3点我打到她家，还是我婆婆接的电话，我说我要跟她讲话。然后我就说这女人是不是在你旁边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发疯了那个样子。然后我也不知道讲了什么，挂了以后，反正那段时间就真的是修身养性，就是我妈妈陪在我身边。然后那时候对我爸说了一个非常伤人的话，我到现在都觉得很对不起我爸。我爸试图想要安慰我，我就跟他讲说，我以为他是跟你不一样的人。你知道我现在真的 Oh my God， 真的非常对不起我爸爸，因为我觉得你知道就像你说的，是受伤的人会伤人，你知道吗？就是带着伤，就是讲话真的口无遮拦。然后我爸有一天就发现，就那天晚上其实回来了，在我还没有去找我妈的时候，回来我就把我的头发乱剪，剪得像狗啃过的一样，就是大哭，然后抱着马桶吐。所以为什么我看到领悟那个 MV 我觉得非常有共鸣。所以我觉得唐老师讲的恋爱脑应该是那个时候，就是我的人生就崩塌了。可是那时候我才19岁，那我就第一次我就觉得原来没有好的关系，我父母也这样，原来我也是这样子。但是吊诡的是，我一开始跟他在一起，我就认定我会嫁给他。然后我们分手1整年哦，我们是中间没有见到对方。我圣诞节因为不想见到他，因为我们是高中同学，回来会聚在一起，我都不回台湾哦。可是我5-6月的时候，我不是说我差点跟一个人上床，我差点跟一个人上床之后，我还打给他，我说你做到了，我也快做到了。你知道这种就是为了气别人，就代表知道1年之后他已经离开我的人生这么久，他还在主导我的人生，就是我做事情是为了气他，所以我好像一直没有放掉他这个人。这个就是我一直跟我女儿讲说，所以啊，时间会冲淡一切，因为妈以前多爱你爸，你都不晓得。你拿这个例子，结论是这个，听起来怪怪的。知道分手，你知道吗？就是那时候真的就是大家，我那么多同学也看到，就是说你们看到的我也是他们看到的我，就是很坚强或者很强硬、很强悍的女生。可是真的跌到感情里面，真的是一塌糊涂。理解。我觉得很多人，我看到很多人很有可能经历过类似你的经历，
这个男生就真的离开他了，然后他就真的就受伤了，一蹶不振，这样子，然后他后面就已经就从此就不相信爱情这事情。你的那个第一段的经历跟我第一段的经历很像，可是我是那个就是从此我们就分道扬镳的人。我们家那一阵子就非常的混乱嘛，反正就是我爸被关啊什么什么等等，就是超级混乱的。然后那个时候我第一任男友也是选择离开，那我们从此以后就没有再在一起。我从那一段以后的后面的一整的10年，我没有安定过，一直到我遇到 Hank，那就是风花雪月的10年啊！哎呀，辉煌啊！所以你有玩下去，你人生没有遗憾，我就没有嘛，我就没有，用掉，不是啊，因为他就离开了嘛，他就是离开了，而且我也是看到他就是交了另外一个女朋友后，他从美国回来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他就是交另外一个女朋友在我面前，反正 anyway 就是很多抓马的东西。对，然后呢，后来我遇到 Hank， 然后我们就结婚了。有一天，我弟就很认真的问我，他超过不去我结婚这件事，因为他会一直觉得说我们家不太适合结婚，因为我们家乱七八糟的，对，乱七八糟，负担很大，会带给别人很多的负担，就确实负担是很大的。他知道我要结婚了，他就非常慎重其事的约我出去吃早餐。他那一次就非常严肃的问我说：“你为什么要结婚？”然后我就看着他，我说如果有一天你遇到一个人，他可以理解你的过去，跟包容你的现在，先不要管有没有未来，到目前为止，那你就会知道那个人是对的，就理解并且接受，对不对？就理解，他要先理解你的过去，要全盘的理解，那你也要必须全部的诚实，然后他还能够包容你现在这种垃圾状态 ，OK， 那就是他了。那我确定，然后我说我希望有一天你也会遇到一个这样子。是，那我常常觉得说，有的时候像我弟，他常常会觉得说，他不太一定可以遇到这样子的人。但我就在想，那你够诚实吗？对，你说的没错。因为会担心，对，会担心啊，会担心我说出来了可不可以被接住？如果我说出来没被接住，对我来说是2次伤害。对，所以我觉得敢不敢踏出那一步，其实有的时候因为害怕就不敢。对，因为你的男朋友不见得是像心理咨商师有受过完整的训练，对，而且还有收钱，然后他会给你某一种温暖的。或者你也担心有的人是那种拯救者心态，对，就是说过度的想要对过度的，对我懂他的担心。然后还有一个部分是这样，就是说，因为他是男孩子，所以他就会觉得说他不可以去显示他的脆弱，所以他即便很诚实的去告诉他另外一半家里面的状态就是长这样，可是他并不示弱的，其实家里面的状态情况是一回事，可是你心里面的状态是另外一回事。对，它其实是2件事。所以你再去袒露的那些状态，并不是仅仅只在于你的情况而已，你的原生家庭的情况而已，不是的，而是你现在怎么去面对原生家庭的状态。你怎么去诠释你现在面对原生家庭的那个状态？我觉得那个是2回事，对，两个层次的东西，2个层次的东西。所以那个诚实是你是否诚实面对自己，而诚实的面对他人。因为诚实面对自己真的相对困难，超困难的。而且当我诚实面对自己，这是第一个困难的点。第二个，我还要告诉你，因为我告诉你的时候，势必就是在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危险、脆弱的状态，相对危险、脆弱。那我释放出来，尤其是越坚强的人，说你觉得我很强势，那对我们来说，可以示弱的人就越少，是，所以就变成1000万个人里面，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人，我觉得可以示弱的，那这个就对我来说更危险，因为当他又说不的时候，我的伤害又更重。而且或者是说，如果他说 yes 的时候，你就要跟他绑在一起。那我觉得在我们那个时候的状态 ，yes 是 OK 的。所以我觉得你老公是一个强大的男人，
我觉得 INTP 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它不会被社会的一些价值束缚，不会所以这是真的，但是所以他也不会被我情勒说，好啊，你现在很忙，完蛋了啊！大家都要去找 INTP 了，完死定了啊！不会，辛苦也很辛苦，好不好？就是春联背后还有要讲很多事情，你要帮他诠释，好不好？有好有坏，有好有坏。但是我觉得 INTP 有的时候他会给我一个非常确切的告诉我说，这件事情你不需要 care 啊。对，为什么你要 care？就是他不会被外在绑架，或者是因为要应付外面的一些想法而调整自己的心态，这是他的优点，是他的缺点。对。那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是我那时候很渴望的。可是同时，他也是不太能够被情勒的。我现在受不了就受不了，我管你明天要上台表演的，就是我现在的状况，我就不 OK 了。他没有想要，他的人生不存在这个被情勒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会很欣赏这种很忠实的面对自己的这一趴。所以拉回来讲你弟，我觉得对他来说更难，因为诚实面对自己就已经很痛了。那我已经这样子坚强，我在万中选一，如果他不能接受，那个伤害又更大。其实我们必须要承认的一件事情是，人都是有脆弱的。对啊，对。那你知道你知道为什么我可以理解说前面这个人，我觉得他可以吗？因为呢，前面有好多人。是多少？不要问，你会怕。好多人，依然很多人呢。就是说，其实我从来就不会去掩饰这一块。那去表达我的脆弱，或者是去袒露我的那些伤痕，我从来没有害怕过。我也从来没有觉得我需要掩饰什么。对任何人，其实都朋友也是，或者是可能有机会成为我的伴侣的，其实都是。只是呢，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达到我的标准。那个标准是什么？那个标准就是说，我希望我面对的这个人，他是有智慧的接住我。那我也不晓得那个标准是什么，我说不出来，但是我可以感受得到。那有一天，我相信，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是说我相信我有一天会遇到，我只是一直不停的 try。我也不怕说，我不是一个说很害怕受伤的人，就是。所以这个婷真的是可圈可点，就是你说我气场看起来很强大，可是我觉得越强大它其实越脆弱，因为你会怕把那一点给别人看到。可是我觉得像你说，我觉得婷的强大跟我老公的强大是非常类似，那种像空气般的强大，它不是一个物化，就是说我已经坦诚面对所有的事情，所以我不怕受伤的时候，光是不怕受伤这一点就让你更强大了。对，就是比怕受伤的人，因为怕受伤的人有一个具体他怕的东西。对。当你无所惧的时候，其实你就有可能有更多的可能性，对，就幸福的可能性啦。我觉得像我们这样子有一点局限自己，就说，等一下我开一点点缝隙试试看，然后不行就赶快缩回来了。这个相对来说可能性就少很多了。就像婷这样子的话，就是因为你愿意一直尝试，然后你也觉得受伤反正就是必经之路，那你就可以找到真爱或者真正适合你的人。我觉得这一点是可以跟外面害怕谈恋爱的人说的。就像你说的，真的有一次像我那样子抱着马桶哭的那种领悟的伤，然后再也就不敢再出去了。我其实身边有认识这样子的人，就是被一段感情伤到现在就是都还是单身。有很多人是这样。你最近有记录谁吗？最近好像没有。古人也可以。古人大雕。古人。我好几年前我非常羡慕嘛，应该都还没有到羡慕，我觉得不足。我觉得在一些女董事，因为我在女董事协会里面，你上次有讲过，对于那些身边的人，对于那些上市公司的 CEO 女强人，还有比如说现在做 AI 产业的这些姐姐们，那个时候是有一定的敬畏
跟羡慕。可是我觉得最近比较没有了，以前会觉得 scale。就是我觉得女强人应该要管很大的公司、上市的公司、多少价值的公司，对。但是我现在发现，我好像有一点误解我自己，就是其实我还蛮 enjoy 做 content 这个部分就是这一块，也许以前在我的价值观里面，不是我觉得我应该做的，或者我可以做的，或者是对成功的定义，可是。现在慢慢接受，就说，但我喜欢，然后也许要推翻我自己以前的价值观。我觉得当我自己跟自己和解了以后，再看他们，好像就。我现在出去跟他们聚会，我比较不会有一点点觉得我不足，就是我都不晓得为什么我在这里。可是我必须要说，有一段时间我都觉得，哎呦，他们是这样子，我现在已经不是，我已经不在这个产业中，或者我已经不做这样子的事情。你刚刚讲那个东西，我蛮有想象的，因为我觉得我小时候就很希望说，我以后应该要成立一间公司啊，然后里面要管那2000个人或什么的，很多人这样子。就你就会觉得说，那很多人，就是我觉得那个就代表了我办公室也有一个想象，比如说都是落地窗啊、玻璃啊，在101或者是什么大楼之类的，对于成功的定义，它会有一个莫名的图像嘛。对，但那个其实不是你真的想要的东西。对，我后来才发现说，也许我只是觉得那个看起来很赞，对，可是我也许没有真正想要。对，后来会发现管很多人很烦呢，真的超烦。就是这是一个，而且我必须要说有一点，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一直不愿意承认，就是我喜欢站在灯光前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一直某种程度上面的羞愧，因为我们小时候被教就是不要爱现嘛，对，不要太爱现，不要太想要做表演者这件事情。所以你看，我到年纪这么大，我才出来做表演者，而且那时候我还说，哎呀，都是不想录，都是因为我们家 Tina 叫我出来录的，所以我才勉为其难录。但事实上，对，一开始可能是这样，可是我到后来我是蛮享受这件事情。真的，你要不是年轻的时候没有加入偶像团体，现在早就不知道应该做到哪里去啊？小象队吗？这之类的。我以为你又要讲大雕什么之类的。我刚刚本来想，他想要讲我想说小象队，我换一个，但其实大雕本身也是站在镁光灯前面的。就是我觉得我现在要某种程度上面接受，我以前觉得爱现不好啊什么的，可是我喜欢在600个人面前演讲，我觉得还蛮酷的。但你会觉得那个东西是自己给自己的框架吗？你说，就是譬如说不要爱现啊，或者是对啊，后来发现我这是温文恭俭，那什么温良恭俭让贞洁牌坊的女性，但你从小的时候，其实你有感受到，其实你很适合做这类的事情吗？小的时候，我记得我的室友，就是我小孩的干妈，就说，因为我常常在解释紫微斗数给他听。天哪！小时候我18岁，他是我大学室友，那我给你看我的命盘，你帮我解释一下。没有，我就在解释，然后他就说，你以后应该去上那种命运好好玩的节目，讲命盘的。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别人可能在我身上看到某种特质，我一直没有接受它。就是我一直觉得，这什么你知道，我是要做企业家的人OK。所以我觉得很多人都在我从小到大，我现在回想，其实很多我的要好的朋友，一些长辈都有说你是一个表演者，可是我一直觉得 no， 这不是我想，我以为我是要做女企业家的，对，但最终这个东西还是，但最终就是阴错阳差，真的有这个缘分，所以我非常感激有这个缘分就是走到好酷哦。这个我现在对人生还蛮满意。这件事很酷，这也是我这几年比较常有的感受。就是你这几年常有的感受，我怎么没察觉？我现在才要分享。来，我来好好听。春年来说一下，你这几年来的感受是什么？简单来讲，就是我总觉得人生下来是受到某种召唤，
我总觉得有一个 calling， 就是以讲个故事来听听。西方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 calling。但我现在在回想我妈小时候在叙述我的一个状态，就是我是一个爱现的，就小时候就很爱表演，很爱受到老师关注的，就要受到同学关注的人。小时候就是干尽所有奇怪的事情，然后去弄，就是 get attention。然后等到我长大之后，我就觉得这些 so cheesy， 你知道，就是很低级，这就是我生下来就会的，我到底为什么要去在意这个事情？对，我为什么要去发挥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这件事不是我该做的。然后我就去了，比如说我念新闻系嘛，它也是跟大众相关的。然后我就去电子业，我想说那里就没有人关注我了。然后我就做了10几年。他做了10几年之后，我就发现那里好无聊，无聊到一个程度，就是shit， 我不可以在这个地方待下去。然后我们就出来，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们来干点什么事情。然后他就说，我们来做餐厅好了，我们就做餐厅。他calling我干大事，我就觉得那个不属于我，但我也不知道我要做什么。然后我就跟他说，那我们来做点别的嘛。然后他就说，那我们来做一个咖啡厅，本来是咖啡厅，后来变餐厅。然后后来餐厅就做一做，发现好像也不是真的很适合。做了几年之后，确定不是很适合我们，我们就再转换跑道。然后他就说要做一个 podcast， 然后说那是什么东西？但我真的到这几年才真的比较有感觉到说，这个其实是我应该要做的事情。然后这个事情其实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了。我最近的感觉是我一直在逃避。为什么？我的逃避是因为我知道我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我很害怕我把它搞砸了。哇，天哪！其实你知道，你今天是不是来做婚姻咨商的？我问你，没有，你听，我们今天讲到一个非常大的重点，就是越渴望的东西越害怕。真的，因为就像你刚刚讲，你弟就说，越渴望有一个人可以分享接受，越害怕 open up。对，那越渴望越想要，我其实隐隐约约只觉得这个事业这样的事情是 the one，是我真的要的。那就代表我如果尝试失败了，就是 game over。对，那别的事情尝试失败没有关系，可是那不是我真的想要的，这不是我真的想要的，没有关系，它不会伤得这么深。可是这是我真的想要的，所以更不会更多恐惧。你知道前一阵子啊，就是我们刚刚说我们流量在上上下下的时候，反正我们那个时候我们2个人的状态都处在某个状态里面。有一天走在路上，我们要来公司，他就突然回过头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会不会觉得跟我在一起是拖累了你？”就是他突然问我这个问题。我说：“你为什么会突然问我这个问题？什么意思？”我当下其实某种程度上有感觉到说，他为什么会问我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比较冲走对，我是很冲的，就是我想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会把所有的东西都想得很完全，我都是先做了再说。我的意思是说，我只要核心价值这件事情我稳固了，可是形式上我并没有要一次就到那个地方了。我没有，就是我会觉得说很粗糙的开始，它都是开始。你一旦稳固，你就觉得 doesn't matter。对，可以往，因为我比较在乎核心价值这件事情。核心价值这件事情，我已经思考很久了。所以你如果再问我那些其他技术上的问题、现实上的问题，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它都不在我的考量范围之内。对他们这样子的人来讲，就是我就是很冲。就是我是比较冲动的，然后以我们过去的这个创业的历程，然后一直到现在，确实我所有的 idea 出去，只要核心价值它是相对稳固的，它扎的根其实很深。可是因为扎的根很深，你必须要有时间看它成长。但是以现实面来说，我们是没有办法看到它有时间慢慢成长的，所以我们都会在这个
之间拉扯，那他会比较去顾那个现实面，所以他就会把我拉回来，或者是说我们在每开一个 idea 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之间都是拉扯的，但是相对来讲，我都是那个比较冲的那个人，然后他都是比较保守，就是我是左派，他是右派了，变成是这样子。Anyway， 所以他就会就是他像他刚刚说的那个，他就是他确定他要做这个东西，这件事情也是他觉得他适合做的，所以他就会更怕把它给搞砸。这是我过很多年之后才感受到，说这个东西可能就是我人生的主旋律，就是很怕搞砸我应该要做的事情。对。但其实我一直以来注定了就应该要干这个事情，是因为觉得自己在对的位置，反而更恐惧，对，更怕。对，哇，这句话好恐惧更怕失去。对，因为你终于找到对的位置，你知道这是非常充满喜悦的，所以这个事情搞砸，是你受的伤会更大。对，那我只是害怕受了伤，并不是我不喜欢做这个事情。因为他那个时候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吓到。然后我心里想说，我是说了什么话让他有这种感受吗？但我坦白说，在我心里头，我知道他常常会在背后拉着我，可是我没有真的觉得那是一件坏事。对，因为你知道你自己过度冲动，因为我很清楚我知道我什么德行。对，所以就是说我们有自我觉察说，哦，这个是我的盲点。对，当别人拉你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谢谢你拉我，而且因为他的话我就会听嘛。对啊，因为他是真的是出于善意跟为了你好嘛。对，然后我们都是为了这件事情好，所以即便有很多时候他讲很多东西的时候，我当下是觉得很堵烂。对，当然，第一秒钟是想揍他的，对，超想揍他的。可是我其实会让我自己慢下来，然后我常常会跟他讲说我退，然后他就会常常觉得说我是在跟他一争高下。对啊，你退个屁啊！对，可是我跟你说，我是因为看得起你才。可是我跟你讲，那个是我的形容词。那我退那个原因是因为不是因为我把我的我放得很大。是因为我的冲动很大，不是我的我很大，是因为我知道我的冲动很大，所以我是在压制我的那个冲动。所以我到现在已经快要奔五了，我他妈的幼稚到我每一时刻都超冲动。不要再跟我讲说奔五这件事情，老娘已经在五了，烦死了。对啊，所以你看，刚刚我们聊这个内容，其实到最后就是别人对你的评价，别人对你的批评，或者是把你的拉住，其实到最后其实就是因为你在意这个事情，所以你会做出相对应的反应嘛。对，其实到最后都是自己啊。我觉得到最后全部都是自己。我觉得就是感情上面，像你们刚刚互相的拉扯，觉得有的时候人是有这样子的灵性的，就是我选择的伴侣，在这个时候他是带给我一些修行的功课的，就是我选择了他，是因为他可以带给我一些学习。我就算现在选择了一个渣男，他带给我的也是一些学习，就是我为什么没有好好的重视我自己，为什么我觉得我不值得，我可以被人家这样子耍着玩。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一次在情感上面那个化学作用，我做的选择，其实我们的潜意识都知道这是我们现在的课题。那我相信婷婷知道我这个人是这么冲的时候，我需要有一个人适度的可以拉我回来，回地球，就说这要做一些实际的事情，不要让我冲太快。我觉得我选择我老公有同样的潜意识，有同样的需求，就是我需要有一个人确认我的目标是不是真的需要这样子，我是不是有被这个世界绑架，价值观绑架，因为我知道我的老公他是跳脱这一切的。那我相信他选择我也有他的原因，就是我们互相选择，都是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世间有一些需要完成的功课，需要旁边有一个指导师。但这个指导师也许是渣男渣女，或者是好的或者是不好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对你的人生都是有一点提醒。
那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学的婷婷就是说，不要排斥关系。就是我因为一次受伤，我再也不要再试了，因为这些人不管当下有没有让你伤心，他都是你的贵人，对吧？我跟你说，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有一次他就跟我讲一句话，受用一辈子。他说贵人有2种，一种是给你磨练，一种是给你机会。我懂了。我觉得我们真的，你到了50之后回顾，就会想说，妈的，这些人都是我的贵人。我再到48岁，我可能都觉得 no 不是，这些人就是很糟糕。可是每一次的失败，把他想到很糟糕是相对容易的事情。对，因为你可以怪他，对，就是因为都是他的错，都是你的错，把他变大雕。李老师，我变成大雕，我根本没有搞固酮的，都是因为你害的我有，但是我有没有都是你害的。我们要自己静下来说，我本身就有这个特质。那我如果不这样子觉得，我就说都是Hank害的，对吧？所以我觉得真的过了50，很棒的地方就是回顾就发现啊。见山又是山，就是见山是山，然后见山不是山，回来就又是一个不同的情境了。原来这些人是我的贵人，确实，原来那些失败很棒，因为有那些失败，我才知道原来我现在应该要做这个东西。那时候有一小咪咪的成功，我那时候开的蛋糕店，如果他要死不活的，就是活着，然后我没有亏钱，每个月就是打平，我现在还是在做这个蛋糕店啊。你就不会变成学历老师了。我现在就不会做我现在做的东西嘛。所以，但是我觉得50岁还有一点更棒的，就是你就发现说，好，那我有这样子的生命力。今天这个 YouTube 不成功，也许未来有更多可能的机会在等着我。Hank， 你那时候就不会担心了，因为你就发现说，也许外面的世界是多变的。我现在恐惧的是，因为我觉得 this is the one。Yeah. 我如果错失这个机会，我就完蛋了。可是你会累积足够经验，就说未来也许有更多的东西，我的人生会引导我到那里去的。拜托，10几年前、20年前，谁知道有 podcast 什么 YouTube 这件事情，对吧？没有人知道有这样的工作，那时候没有这种东西。所以20年前你说我的适合的工作，鬼知道我要适合什么。所以现在就会觉得，我现在不怕了。那我觉得关系也是。你觉得对的人走了，他是对的人，他就还是会滚回来。我老公不是滚回来了。我 in the end， 我问最后一个问题，我们3个人要一起回答这个问题。好，来，我们先年龄出柜。年龄，我今年47，对，今年40几，40，我今年46，你我47，我51，好。然后我们各自在这个46、47跟51的岁数，我们不讲过去，也不讲未来，我们就讲现在。你能不能形容你现在是什么状态？不 ，anyway， 你就是可以尽情的去形容它。你们现在处在什么状态里面？我们各自陈述，因为我们从这个认识，然后一到现在，其实1年了吧？1年多耶，1年多了。那我们这1年多其实也发生蛮多事了。对啊，让我们陈述一下我们现在的状态。如果你要去比较过去的状态也没问题。这样。好吧，谁要先？那个问题是什么？上完厕所回来就忘了。等一下，不好意思。我们没有。我刚刚不是就在讲吗？我就说我们就陈述自己现在的状态吗？就目前的状态。OK。对。2025的现在，4月25号，应该是4月26号凌晨了啦。现在，今天雪莉老师的书那个预购，5月1号上市。谢谢，还是把它塞进去？没有啊，我是因为我刚好看到啊，然后我想说，这么巧，我们对，真的那时候排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件事，对，这么巧，我们今天录，然后就是那个今天预购。我先讲那个时候的状态，其实是我重新开发一个新的事业的高峰，就是我没有想过我可以做自媒体，然后会有。可以做作家，然后可以线上开课，所以我上次来的时候是顺风顺水的时候，但压力很大，因为我好像
sign up 我自己可以承受的工作还更多一些，因为这么多机会来嘛。但是这1年多下来，我发现我很感谢，就是我是到这个年纪才做自媒体，我觉得自媒体是非常伤身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你盯着外面的数据看，你就会看到自己的点阅率是起起伏伏的。那以我年轻的状态来说，我可能就会被这个牵绊住，因为我是这么目标导向的人，我可能会情绪上面会很大的起伏。现在有没有起伏？不能说没有，可是我觉得现在更多已经不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的形容会是新宠儿，就是小白兔真的重新进入新自媒体，然后忽然就是有很多的点阅率，然后有很多的这个 subscribers。可是我现在就比较实际的，那我觉得以前可能像是汪洋中的一条船吧，因为你就是顺着这个浪在走，然后其实真的大浪来了，我其实不太确定我可不可以沉得住。可是我觉得现在已经不是汪洋中的一条小船，就现在可能是中型的船，然后上面的设备也比较齐，可能有一些救生圈等等，所以现在可能比较不会被外面的大浪牵绊着，就是我随时会觉得说我还有个救生圈在身上，所以现在可能比较没有那种刚刚开始感觉哇好多光环，哇这个好刺激哦，我没有想到人生的下半场会变这样。现在慢慢的习惯，然后慢慢的看到这里面的残酷，然后看到了残酷，然后有做好更多的准备。复议结束。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做自媒体都会有碰到这样的状况。对 OK， 我最近在帮我妈做 YouTube 频道。真的假的？真的。对，我妈39年次，104年，70。她属什么？75岁。虎。比我妈小2岁。她有一天忽然跟我说，她要做 YouTube 频道，她说她要做 Podcast，我就问她说，你要做可以，但你的目的是什么？她就跟我说一句话说，我就觉得你们做 Podcast 做的好像还不错。你们可以，我也可以。我就觉得我应该也可以。最有趣的点是因为他其实真正在意的点是他能不能够做得到，他并不会因为他已经75岁了，所以他怀疑他自己做不到。他就是战斗型的人。Always。他就是他活，我一直觉得他活到人世间的最后一刻，他就是要战斗到他咽气的那一刻。所以你是不是在我身上看到一点你妈的影之类的，他就是这辈子就是要战斗。因为你刚叙述的方式让我觉得有一种这样的感觉。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蛮好的，是因为如果你觉得你这辈子就是要战斗而存在这个世界上的话，我就觉得这就是你的天命啊！你依着你的天命去做任何你想要做的事情，我就觉得很棒。然后我妈就说，她就是想要做 Podcast， 然后我就说，哦，这个赛道很难哦，这个很多人现在在做，然后你很有可能做的会很挫折。她就说无所谓，我就做。哇塞，你知道做下去不是开玩笑，她1个礼拜上2集，妈呀！年检呐？没有，他没。然后我就去训练我妹妹帮我剪她的这个 podcast， 然后帮她去买灯，去架所有的麦克风什么东西。然后我就说，那你一开始就给我修音档好了，然后我就帮你修，因为我觉得对你来讲也是一个负担，我就帮你处理。哇，处理到1个月之后，我就说哇。很累耶，1个礼拜要上2集，这样我负担很大。或者说，他的主轴是什么？他是一个散文作家，所以他的 podcast， 他的对 podcast 就讲他以前写过的故事啊。哦，就是以他以前的为基。OK， 所以他的故事，我说他的故事都是原创。对，然后他的故事已经写了30年，所以他故事源源不绝，很可怕，可怕，很恐怖。然后对我这个后制的单位来讲，我们就压力很大，因为每个随时东西都有可以录嘛。他有太多东西可以录，对啊，所以他很可怕。他已经写的在他的书排出来是这样子对，然后厉害哦。然后我就被他
逼迫到一个，我看到我75岁的图我让像，他被他逼迫到一个极限了，然后我就忽然感受到说，哦，原来人感受到自己想做什么的时候，大概就是这个状态，就是你会让你身边人都很难过，他没有要停止的意思，但是身边人虽然难过，还是会可以理解说为什么你要做这件事情。哎，我觉得这件事很不错，因为你很有可能你想做的事情，然后你因为身边人会不开心或者什么，然后你就不想做。但其实真正你应该做的事情是把你真正想做的事情做到一个极限，是然后让身边人感受到适度的不舒服。适度的，我不是说极度的啊，适度的不舒服。但我觉得这件事蛮好的，因为它会 push 身边的人成长。而且他会激励你，就说哇，原来可以，对，原来可以这样，原来你可以这么不顾一切的就做你想做的事情。哦，原来可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一个很不错的学习。然后我在教他做，比如说做频道的标题、封面，然后再做修音很多东西。而且我发现我教他的过程，我也学到很多东西。很棒啊！75岁还可以这样继续的，而且很可怕，而且一个礼拜要上2集。对，这真的是不管这个外面风雨有多大，对，风雨无阻就是要上。我只是觉得，因为你刚才叙述你妈的一些形容词，我觉得。因为你觉得 déjà vu 好像你刚形容我的形容词，所以我在想说，你是不是觉得你婆婆坐在你旁边现在的感受？我还好哦，那就好，我还好，因为我 always 都有一个原则，我的原则就是我婆婆就是我长官，长官说的话永远都是对的。很棒啊！你们有这样子的界限啊，但这很棒。撇掉那些，我很棒。比如说他1周2更会带给我很多不愉快的感受之类的。因为他像常常半夜2点，然后又传一个标题来说，你觉得这个标题怎么样？然后就想说，妈呀，我现在要休息，不要动脑，可以不要动脑了吗？不行。然后我就说这个标题不行。再给我1个小时，我去帮你弄，然后我就半夜3点在那边用 ChatGPT 帮他处理。就是他对人生跟他自己的事业还有这样子的热忱，真的是可圈可点啦，对不对？我就觉得那个东西是骗不了人的，对不对？因为那种 drive 是你没有办法强迫自己加班做。对，他不是，但是他都强迫别人加班。就是那个感受是说。压榨别人，你做这件事情不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多赚一点钱，对，不是为了给你自己带有多少的名或利，或是没有妈都说他不是，妈都说他现在很缺钱，他要多赚一点钱。他讲都是这样啦，他但实际上的 drive， 我常常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因为70几岁你还要做这个，他说。我想要赚钱啊，我就觉得你可以做，我也可以赚钱啊。我说你真的吗？但我真的觉得，然后他每天都跟我讲说，我觉得我快死了，我觉得我再做没几年了，所以我要赶快把我剩下的人生就是做一些东西。那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对，我觉得因为这是去年身体不好，得了肺腺癌，然后他就说，他就每天跟我说，我觉得我快死了，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每一天我只想要做我想要做的事情。但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真的。对，我觉得价值，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合理化自己想要做什么，就是我想要赚钱，因为钱是大家都听得懂，对。可是你也不觉得他想要的是钱，对不对？他不缺钱，对，他根本不，所以也花不了什么钱。只是说钱是因为大家共通的语言，就是好。他70几岁，他到底想要花去哪里？他没有想要去哪里，但他真的想要在意的，可能就是。他这一辈子，他的天分，他的能力，他是不是有好好的活完？对，他很想要知道说这个东西可以带着他走到什么地方。我觉得这件对我来讲还是蛮 inspiring。他很给我一些启示，说你应该要想办法把你的天分发挥到一个极致。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棒。所以这是你现在的状况，因为受到你妈妈的影响啊，对啊，就启发了。对，所以我最近的想象就是希望我可以把我有限的人生尽量去做
我真正在意的事情，而不是可以多赚一点钱，是我真正在意的事情，或者是我真正有感受的事情。如果这件事情有感受，我就应该做。不要为了这个世界的框架，去告诉我应该要做什么事情，而去做。尽量，但还是要现实的考量。还是对啊，现实的考量一定要啊，就先吃得饱，对不对？才可以。负债要先想办法还。对啊，这当然这是一定的啦。那你呢？我觉得人真的很有趣，在人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经常会用价格去衡量所有的事。可是呢，其实当你在用价格衡量所有的事情的时候 ，in the end， 其实你只是想要让别人知道你很有价值。那我是把价值活在前面的人。我觉得啦。但是呢，我最近处的那个状况是，我希望一是我刚刚在过程当中我有讲到的，就是说我可以很松弛的专注。这件事情超级难。对，这个是我最近在自我调整的，因为我要么就是过紧，要么就是过松。然后这个松弛的专注现在是我追求的目标。然后再来一件事情就是，我想要去理解什么叫价格，跟你们相反。就是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去理解过。你要入世了。对，我可以这么说，你要入世了。对，就是我从来没有理解过人间所谓的价格是什么，我想要理解看看，但我也可能到最后，我只是想理解而已。你不一定认同，但是你想理解。我常常碰到很多，我有几个 INFP 的朋友，我都说他们是那种仙女下凡。因为我觉得，如果他们又刚好是贵妇，就是他可以不要入世。对，可以不要理解。他如果人生是这么顺遂，他可以不要入世。所以要不要入世是他的选择，因为他的天生的思维就不是在这个世界的。所以我每次在书里面讲说 INFP 是类似外星人，可是要不要入世是一种选择，是一种探索。我想要知道地球人是怎么想的，那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我想要知道并不一定我认同，可是我现在想要入世。但是我在每一个阶段我都入世。应该是说篇章，应该这样，我可以这样形容吗？譬如说我曾经在爱情里面入世过，我曾经在亲情里面入世过，我可能在人际关系当中我入世过，什么各种的，就是不一样的项目吧。就是我可以入世，然后我就可以出来了。对，这不容易啊，就是代表你来的地方不是在这里，所以你入世是一个你潜水然后再起来嘛。对，但是你要了解，其实很多人他其实一直在这里面，所以对他来说，金钱这个东西或者社会价值观，他一直在这里面，这是他呼吸的空气。但是对你来说，这是我选择现在可以，我也想要了解，因为我可以离开。你了解离开的意思是什么？可是你要知道，不是很多人都是这样。对，我就不是这样。所以前一阵子我常常跟他说啊，我就常常跟他讲说，我说我现在刻意把很多事情都打马赛克，就是我不要那么的清晰，就是我希望所有的东西对我来说都是模糊的。就是我刻意把它打成马赛克，因为我如果再清晰下去的时候，我大概就这个人间就无趣了。那我就常跟他讲说，我说我宁可我现在就是对很多事情我不要看得太透彻，模模糊糊的，然后让它有一个据，就是我说我寻找的就不是居点嘛。什么？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终其一生可能都在找那个居点啦，但是最终呢，我要找的东西我找到居点就无趣了。你要找到如何可以走到那个居点，更多了解旁边，就是那个过程，对，那个探索。然后那个居点，我宁可我一辈子不要找到这样，因为我明明就知道它在哪啊。所以一开始就知道它在哪，我一开始就知道它在哪，然后我就是宁可不要知道它在哪，反正 anyway 就不要管它就对了。很有意思。不过我觉得这部分就这一块，我跟婷是灵魂伴侣。你知道我不戴眼镜，你不戴眼镜，我戴250度的
度数，可是我常常不戴眼镜，所以我在路上啊，如果我没有在期待你，我是有的时候认不出人的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自己的一个防卫机制，就是说，比如说我去某一个地方，我觉得我会看到婷婷跟 Hank， 所以我会记得你们的图像 ，OK，然后我就会轮廓大概，我大概远远就会看到你们。可是如果在这个状况下，我没有期待你们，我不知道你们会来的时候，你们可能要走到我很近的时候，我才会看到你。那我觉得我自己有发现，潜意识这是一个自己的保护机制啊。OK， 因为我就不要看得太清楚啊，所以就是跟你讲的一样，可是我是用实际对，就是打马赛克啊。那你然后我自己看镜子，我觉得自己超美的，戴上眼镜就就很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我们很美？觉得又帅又美，可是我觉得这有的时候就是我自己觉得，也许打马赛克对我现在的状况比较好一点。就是干嘛要看得这么清楚？我们大概差不多在这个年龄层，我觉得经历的就是这样子的转变，接近了，接近的年龄层，对啊，就是在一个很多的反省，认识自己，然后说老不老，说年轻不年轻的感觉自己还很年轻，但是跟不上。那你觉得你现在离你自己近吗？这是一个好问题，我觉得不是一直，我觉得不是很 consistent， 我必须老实说，忽远又忽近。对，我觉得有一阵子我好像有走到那种合一的状态，也许是比较接近我们上次见面的时候，可是我觉得一定的成功或者是一定的回馈，你就会就会开始又回到跟社会价值有一点绑在一起的时候，有一点点迷失。但是因为我上次见到你们的时候，我是等于是重新开始，一开始就是还在比较纯一点的状态，所以我必须讲说，现在必须要有意识的做一些呼吸跟冥想的练习。我不是一直离自己很近，我自己有感受到，我可能没有在前一阵子离自己那么近。但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好啊，对你来说，什么是自由？觉得放下恐惧就是自由了。那你现在恐惧吗？多多少少吧，就是组织的成长，人会多，你要背负的责任就是更多嘛。对你来说，自由是重要的。自由非常重要，自由对我来说不能更重要了，所以我非常感谢我老公的一点就是他不管我没有办法跟一个给我很多框架的人，因为我已经给自己够多的框架了，所以如果还有一个人在跟我讲说做太太、做媳妇、做妈妈要怎么样子，我会崩溃。那对你来说的爱情是什么？对我来说的爱情就是我们可以尊重对方，做自己。就是我们有一定的交集，可是我们都可以做自己，我不需要为你牺牲，然后不做自己你才看得到我的价值。我猜跟你们两个类似吧，因为我也不觉得你们两个是会互相迁就，说你一定要成为我觉得先生或太太的模样。没有，就我觉得你们两个也是非常自由的灵魂，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安好的相处，对吧？所以我觉得我追求的也是这样。就是我可以接受你的样貌，但是你绝对不可以告诉我说做一个太太，做一个妈妈，因为我对自己框架已经够多，不需要别人再给我框架。所以我看你们两个会很舒服，就觉得对不对？没有互相就说没有做老公的要怎么样，做太太要怎么样。我们几乎24小时很少分开来。对，我真的觉得这一点让我超可怕，超可怕，让我因为我不太确定我可以受得了我老公24小时，我们连工作都是一起，对，24小时，几乎没有分开。什么上礼拜喝酒都还在一起？对啊，所以你们这是真爱耶？不是，
我不会，我不会再给我一口。好了，我说这不是真爱吗？带着戒酒的心来的，真的假的？我们整瓶喝完了。我是带着戒酒的心来的。那我也要一口。我们整瓶喝完，我们真的半瓶了，你们。我们真的很夸张我们真的喝完了对啊，你下次要带2瓶来。我一个人就喝掉大概，我觉得好一个人喝吧，喝一半对不对？好喝吧，对不对？你讲清楚，你觉得我们这个不是真爱？你们这不是真爱是什么？你们这真的是真爱。我不是随便会喜欢夸奖别人的恋情。对啊，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们这一集就卡到这里，不是屁啦，有一点讲清楚。悬念，没有，让大家因为我本来要讲的啊。让大家觉得下一集还要继续看。我本来要讲好话的等一下，为什么那边我认真，我不太会觉得，我通常都觉得别人的问题，所以感情有问题。所以没有，其实我觉得是不是真爱不是重点。那对你来说，什么是真爱？我觉得互相接受、体谅、尊重、包容就是真爱。先是理解啦，我觉得先要理解，因为就像你说的，如果没有理解的前提下，我认识的你，我以为的你，我可以爱，那种不是爱。对，先是理解，理解了以后还尊重，还接受，还包容，那个就是爱了。所以你觉得你对你老公目前做到什么程度？理解、接受、包容，所有你刚刚讲的都做到了吗？好了，包容有一点，老师。包容跟尊重有点困难，包容跟尊重有点困难，稍微没有满分，没有满分，但是尽力了。你觉得你尽力了吗？我尽力啦，you know， 还是有到一定的分数，B plus 啦。我相信你，我 B plus。对啊，诚实的。那你嘞？对啊，你几分？你这边 diss 别人？没有，我就那你几分？我觉得我们这一集录到刚刚那里就很有。不要，你在那边你几分？你一直被 diss 他。我觉得我做到120分。好了，这段剪掉。我跟你说，我除了理解、接受、包容、尊重以外，我还有督促，多你一个。督促可以剪掉，督促没有加分，督促要加分，督促不加。那我跟你讲，那你输了啊？什么？我理解、包容啊？你刚刚还要讲尊重、理解、接受、包容跟尊重。哦，来，我觉得最后一个不是督促，是欣赏。我跟你讲，我真要讲的就是这个。我告诉你，我赢你的地方就是我最后一个是欣赏。欣赏哦，是减分，欣赏是加分，是不是？真的是。Oh shit！ 对，输了，对吧？对啊，有没有觉得输了？我还可以加一个第6个，输了，还可以加个第6个，输了，我相信。这个救命啊！是不是？这个督促完全弱掉，完全输了，滚一边去，走开，输掉，输，对不对？对啊，真的欣赏就很了不起了，还相信，对不对？完全输掉了，好，你输了，拜拜。你赢了，对吧？